朗的。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积分榜情况。那么我们目前的 A、B、C 第4个组已经出现了这个3胜的队伍，是吧？对。然后很多的一个队伍也是在一个2胜。那其实我们大致能够去预测到最后的一个晋级的一个走向了。是的，没错，要看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最后比分了，因为中间的队伍呢也是有机会的，也不一定。而且我觉得就是从排名的一个上面来讲，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悬念，到底是哪支队伍能够第一出现，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是的，那我们看看晋级的一个分析啊。A 组RC和北京的北北确定晋级淘汰赛了 ，DFM 则无缘淘汰赛。是的 ，B、C、D 也是给大家写出来了。你像 B 组的话，RC呢是确定晋级了，然后如果呢成都狼队战胜了成都记忆，则成都记忆确定无缘淘汰赛。那 C 组朱雀确定晋级淘汰赛，若 Oni 战胜 FL 则 PRR 确定无缘淘汰赛。没错 ，D 组的 Zeta 已经确定晋级了，然后如果 M2C 战胜了 Before You， 则 M2C 确定晋级 ，RT 确定无缘淘汰赛。所以说现在也是每个队伍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啊。TND 反手选了个歌剧，哇，其实还是有点那种明知山有虎的感觉吧，对，迎难而上了。有点迎难而上了，因为这个组合以及地图来看，歌剧并不占优，肯定是没有化险为夷的。那剩下一个化险为夷，看木有没有了。那墓地这个点位的话，其实大概率还是要跟咒术师来个 solo。是的。带兴奋的话，那目标也很明确啊。是的，但咒术师有时候带兴奋不一定会有收益。他如果说是小猴的话，交个兴奋就有点小亏了。对的。那协调反射往外面走，监管者也是不着急，前期就先慢慢的去压身位。对，哎，骗到了，骗到，而且不敢翻。这一波有咒像，应该还能搏。对，但是他不敢翻呀。哎呦，下个回骗到了，哇，两边的一个博弈都很精彩啊。没错，下个咒像续不出来，还是吃刀了。那下一波的话，这个兴奋1好可能猫猫就比较难牵制了。比较难。这里还是要看一下他能不能通过这个高墙卡视野去拉一些距离。留了个残影，残影还有2秒钟时间，得等。残影回溯好了之后再去逼他翻窗。没错。那猫猫很聪明，知道。哎，直接提前开兴奋，防止被打断，然后直接头铁过板。没错。感觉也是。猫猫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的，他教一个小猴，他教的时候他是不能摁飞轮的。对，所以没有想到。是的，没有想到，只要教兴奋了，是一定能吃这刀的。他提前开着兴奋冲过来，你还真没什么办法。要莽吗？哇，差一点，但是大副这个位置千万不能被打出来。哎呦，有点危险，不过没关系哈。但是第2段没有摇到，没摇到，那逼了。那这一波的话是有双倒风险的。是的。看一下捏捏这边的一个处理。第3段能要摊吗？被打断了，被打断了，没办法。那没有隐约了，只能等。不过要26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前面有个板子，膝跳反射进大房。这个时候第2时间再跟上，直接飞轮，然后接一个双弹，这么稳。哇，那这个位置还可以再往小门去转点啊。是的，还想接这个窗，但是手上有回速，还要骗吗？没有骗，但这边也没有回，直接头铁翻。那前面还有个小板，只能玩那个小板。2个人都有800个心眼儿。是的，波板没搏到，直接盖，但是这个板子还想验一个续刀，还是击倒了。是的。感觉猫猫是一直在做一些假动作。没错，想骗，但是后面捏捏还是没有吃你的骗。然后这边是个地下室，密码机这个时候是3才多。求生的话还可以让木偶师下来去救一波。再开个化险为夷这把还不好说，因为地图太小了，补密码机补的太快。倒的算是比较快，但是密码机补的也快。对，不过对于求生来讲，还是要先奔着平局去打吧。没错，咒师他也没有一个回光返照嘛。但化险为夷得开啊，不开化险为夷少20秒，密码机是不够的。没错，直接摇路易，这个没办法，他下一波可能会摇路易直接扯。对他直接2波路易的话，就算你打这车也没什么用。对。然后这个位置应该不会管木偶师了，管木偶师可能捡不到人。那现在对于咒术师来讲，他就是找一个角落，对，让你挂久一点，然后离密码机远一点。是的。也就看捏捏等一下挂飞了咒术师之后，要不要直接去切这个传送了。那现在还有一台密码差50，我觉得就调试破译嘛，其他2个位就互相补状态就可以了。对，因为他这把是没有带通缉的，他不一定能找到补状态这2个人。预判他们在密码机附近补状态，不过没有关系，回头看到了。哇，这能看到吗？耳鸣出了，2个人看到。
能摸好？节目哎，终于来了，到底能不能摸好呢？就在脸上一个隐约的位置，没摸好。那么我是交出路易，再来抓到大夫再交表，两个人都没道具了。哇，这样子一口气逼两个人。回速，再回速，想要去不让大副摇第2段表，对，躲掉第2段呢，还有第3段，第3段得注意一下。是的，看看李宝要不要摇第3段，连也是很稳啊。等他第2段表，第3段也摇不到之后再去追他，他完全不着急，这边就等你表过去之后再把你给击倒。是，那击倒完之后呢？外面那台密码机3连密码机啊，现在只能3连密码机。对，然后让这边那个木偶师去修最远的那一台。对，那这样子的话，监管者他求者这边直接放弃49的密码机了，就中场那台。那监管这波应该不会守，因为他要拖传送去压外面的人。小王师现在也是赶紧贴过来嘛。哎，还是想要去打一波手椅啊，想把调试状态压下去，应该是。因为他这样的话，等一下调试一旦残状态，就没有人可以救人了嘛。是的。口水一刀能必救。一个续刀有了。是的，救下来之后呢，两个人都是没有一个自保的。而且都不能倒啊，那边密码机才40。是的，没有人能救，先把板子踹了，这个位置的板踹了7七8八了。这里已经全部都没有板了。是的，大副的话也是没有道具的。那击倒完之后，下一步谁救呢？不好救。他甚至于说，等下我还可以传送到密码机边上，不让你修，把这个木偶师给先击倒了。对，而且木偶师这个状态连路易都摇不了。对，要不这样子，先去排一下吧。如果排到调师提前排到，这一波是有可能直接死抓的。脚印就在脸上，没看到。差一点点，被浑水摸鱼摸过去了。但是感觉的话，密码机也是回想表掏啊，结果还是没看到人。我的没看到，神标到以下了，直接利用救人位移，神队这波太细了，神队神了，这一波救人。是的，那直接亮，那这时候呢3个人分开，而大副没有道具，但他往大房走还能翻个窗，结果要追他吗？不追，选择回去找调香师。没错，那木偶师可以直接去点这个小门啊。是的，木偶师这个状态还能吃1刀斩，吃1次。而且调香师这里的话也能利用香水去拖出最后的一个时间。你回速，我也回速，哎，还要去拖。这边的话还不怕被你打1刀。哎呦，那现在门要开了，一边80，一边20都要平局了吗？难道要偷袭？但是甚至很稳，想反驳没搏到。收到了，但是这个传送不好交。他不好交，他如果交大门这边能摸起来，如果不交大门那边想要赶人，那大门就能修完。是的，大副这边也是被预判到了，但是他这里得秒大副交回速，能秒掉吗？差一点点，李宝还在博弈，搏到了，时间不够了，时间不够了，只能挂了这边。调香师那边是能摸起来的，应该还是一个平局了。哇，有点惊险啊，这把。对于监管者来讲的话，他其实还是挺可惜的。当时那波如果找到调香师，或者选择直接去抓这个木偶师的话，应该都是一个多抓局。因为这把密码机非常密集，最后3台密码机是小门1台，然后中场人皇机这1台，还有1台小木屋。这3台密码机他玩佣兵来救人，很容易被我炫耀打双倒。没错，所以这个炫耀选出来有攻击性，北极的 BB 这边想拿分。他是奔着一个强多抓去打的，对吧？他如果说这把去保稳，去拿一个台球和拿一个，不然我开局还得跑过来，对，不如直接出生在这里。是的，那监管者这边有可能带移形，这个地图大概率是带移形啊。对，所以这个车点呢，有时候可能是负收益，要看具体什么时候上车。也有时候要那种虚晃一枪的，就是我出生在这有台球的局，永远都是那一局，你的最终的一个重点一定是 OB 位，就看这个 OB 位他的发挥如何。如果说他操作好，那求生者就能够去保稳争胜。如果说这个或者是怎么样，旁边是个冒险家，上来就起追了，没有躲的空间。对，而且这样的话，不管台手走到哪里都有耳鸣，他只能通过自己的一个退杆以及他脸上的一个脚印去找这个冒险家的位置。来了，会直接过去交击球点吗？还是选择求稳？但这个组合，他这个区选，我觉得慢慢走也能干扰很多破译啊。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时候的话，就得看能不能去直接找到了。感觉这个走位好像有点说法。没看到，我还以为看到了。现在我们这个娇小的冒险家也是躲在这个大副的后面身后啊。是的，对，站在我后面，我帮你卡耳鸣。那看能不能找到佩佩。杀意感知来了，看到了，一个击球点没有交，直接被逮住。那这样子，万一模板搏到了，就这个时候只能来一个
战斗状态了。要退干吧，不敢过这个板。他要惯性的一个加速。是的，退干。那吸掉反射有吗？没有，我们都知道不是。结果看到他没有吸掉反射，那会猜他是不是纯博了。是的，这里的话把加速叠起来，但是又掉了，冲到了，怎么溜啊？闪现刚好对台球手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奏。这个击球点还可以反复利用，还可以退向密码机给锁了，可以直接交闪。走平地进不了板啊！哇，甚至想抓到了，板子一踩，冒险家也是应声倒地啊，没办法。那这样子这个选择很难受啊，因为大部分密码机还要回退30，我这边挂上等于密码机才1台半不到。这有时候就看这种算上回退的话，冒险的暗局就想起自己刚开始玩第5人格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是希望监管者不要被发现我，对吧？但是偏偏就发现到，对，然后被顶到了，就真的就是一个速溶，没有任何办法。没错，也是回归了那种最初的快乐吧。不过密码机这边亮了，可以少回退了15的密码机进度。这里的话，看看怀表不太能后续弓箭手的一个发挥吧。那这个主角打出去有可能被抓呀！直接打一刀，你还绕路，你绕没办法。可以摊，看要不要去 A 这个双倒了。他不交怀表，必须要 A 他双倒。摊到了，是的，不然都很亏监管者。他不交怀表，他这个闪现也没有去交。哎，云中漫步，云中漫步立功了。不会吧？这没看到。哎，那回忆是不是故意的呀？这一刀，那回忆给的好啊，这刀。感觉他这里是有点在大气层了。是的，站在这个本来18楼的一个楼顶，完全看不清啊，看不穿。本来梦想家的脚印就会少一点点，加上云中漫步，哇，这个天赋真的立大功了。哎，这里换挂太赚了。首先大副2块表，而且他上挂太耐做了。耐做，外面冒险家还能不在密码机附近。对，我不着急的呀，我可以找队友补状态，我下一波还可以开化血为夷。是的，一点都不着急。哇，这一波没有看到的话，对于监管来讲真的很伤。是的，等于你花了2分半去一挂这个大副，吃亏。不过整体上来讲，这密码机监管者还是有优势的。只是大副这个怀表下一波他不一定能打到针对。是的，是的，一旦说求者这边让大副这个表摇出来给到一个26的话，那就很危险了。是的，看一下弓箭手这波救人，取得推杆，把球给转过来，还是很稳的。哇，他这里是一个陷阱球啊！是的，差点如果被抓的话就很危险了。没错，那现在的话呢，再补个击球点，跃迁。还是手上还是有闪现的，可以处理治愈判。哇，佩佩，他是什么？退干的时候摇怀表没有摇到，对，所以说这波我是知道他位置的。哇，他这一波真的是非常果断啊！是的，在轨道上面是一个26，在轨道上面是不会被摇到怀表的，所以没有触发失乐园效果。看看过客这边已经贴过来准备救人了，冒险家还是得在外面去破译的。要逼他救，外面还插密码机，算上输液的话差1台半。是的，在骗路易，骗到了，那下波还能再摇一次，有可能会直接掏哦。只要注意不要被主球给抓到，其实要早一点过来救。是的，监管者好富裕啊，手里面怎么这么……哎呀，抓到了！哎，抓到了！不过大副并没有丢出来，把人给扔远，那他不好救的。再摇一次路易，骗路易，这个路易在以前要掉的，要掉了，这个路易可能会掉的，直接救不下来，救不下来！天哪！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被主球给抓住。是，你可以用失距去躲，或者说提前来博弈，等他这个时间过去呀。哇，这一下太亏了！哇，这一波手椅佩佩是直接打出效果。密码机只差30。但这台密码机要被回退，直接被回退，而且外面还差1台密码机啊。差3，那个冒险家输液上是正好99嘛。对。那这样还好，但是他现在的话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去破译。他得要摸到一台密码机才行，他摸不到，太远了。他有输液，但是他没有密码机旁边。你看大门这台机他过不来，然后如果说去破一木屋太远了，是。那4号机的一个位置，他现在过去，这个人等于也是要卖掉。那监管者现在是选择，只能先等弓箭手亮完之后，让弓箭手来救人，冒险家去压机了。空调想法是什么？让队友安全的把密码机破译，我这边卡着随时救人。对，他如果找工人手的话，我能救；如果他不找的话呢，等到队友破译完，队友去救我再去压机。是的，很聪明。但陶完这边要扛一点点压了。他这里也是不能被主球给抓，射没有射晕，被打飞，还行，能掏下来。可以。莫斯这边是有失距的，而且补了一剑。
是的，那结果这边要追陶安，陶安身边还有个飞轮，很关键啊。闪现20多秒不一定能终结掉他，主球打能抓到吗？拉一下，飞轮顶掉，但走平地核心没打到，补了地图，这波还涨满了，哇，那边是60%的门呢，感觉是拖到队友能走了。是的，那应该还是个平局。哇！你叫在这边小门，但是这边不太可能给他太秀了。是的，陌生那边加速走门，两个人都能走，还把闪现给吃出来。哇，扛住压了，太关键了这波。这波真的太 C 了，佣兵来救人很容易被我炫耀打双倒。没错，所以这个炫耀选出来有攻击性，北极的 BBJB 想拿分，他是奔着一个强多抓去打的，对吧？他如果说这把去保稳，去拿一个台球和拿一个，不然我开局还得跑过来，对，不如直接出生在这里。是的，那监管者这边有可能带移形，这个地图大概率是带移形啊。对，所以这个车点呢，有时候可能是负收益，要看具体什么时候上车。也有时候要那种虚晃一枪的，就是我出生在这。来了。这个位置的话，肯定还是要去先赶一下鬼屋，但是他也是一直在拉点嘛。那这个时候先转是我怎么感觉上面带了一手快踩啊，捏捏。是的，他就是要打一个前期的快速击倒了。没错。2下，哇，上球效率很高啊，捏捏。这边没躲掉，他已经回头了，不过没有躲掉，有个绕场谢幕，但是止戈时间还没好。敢过板吗？哦呦，直接砸到，好漂亮。不过没有关系啊，这就跟红夫人真空期一样，过板爱砸不砸无所谓，等下一波的镜像一样。他还是得去防下一波的一个双重惊喜的，这波双重惊喜他得招鱼门了。鱼门过，哎呦，这波有点着急了，但是打到。对，第二波的一个双重惊喜也是很秀。是的。双人空中飞人也是解锁了，先把板子踢了。这把带快踩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个点位的板子比较多。空中飞人贴过去，为了躲棍，但是人家根本没有打棍。对，丢了一点视野，手上还有一个飞轮可以操作，2棍去接一个止戈。打到第2棍还行吧，没几秒。下波双重惊喜好了，要倒地了，就看这个飞轮怎么用。是的，双重惊喜一下，是可以去削球的。要骗飞轮吗？哎呦，不压，来一棍止戈，而且双重惊喜空了第2段。毛毛的操作拉满啊！那这个密码机要够3台了，差一点点卡他。是的，逼你踩板。是的，前面还有一个板子，还能翻。再蹲，哎呦，不过没有卡住。对，这边一个极限的贴边，不过已经是牵制了1分40秒。对，密码机2台，快3台密码机了。看一下求生者的一个救人选择吧。这一把的话，佣兵跟飞鸟的一个位置还是比较远。是的，然后医生起一台新的密码机，哎，医生怎么过来了？这不是假晃一下，怕监王者拦到佣兵打双倒。对，吸引一下注意力。是的，然后等一下医生去修一台新的密码机，飞行家去补掉那台80的密码机。没错。好，哎，你看这边力包已经偷过来了哈，感觉可以直接无伤啊。是的。那医生要修，而且佣兵这个位置还没有上到球。哎呦，打不到。小兵摊，哇，摊到一刀还行。过顾鲁商这边直接往桥上倒就可以了，然后等一下飞行家过来救，然后医生修那个鬼屋的密码机，鬼板子交给鬼板就交给这个佣兵。没错，交给佣兵。现在其实对于 T 速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思路很清晰的。是的，起码说先保住这个平局。哎，这个选择补状态，因为医生的存在状态挺好补的。那捏捏这边是往回挂。他们不想给太多的一个机会吧，而且感觉，鬼屋鬼板的话就破1台也更方便3人的一个拉扯。但是这回台密码机目前还没有摸上哎。其实双修感觉已经是在考虑打3人的一个后期了。他打算是什么呢？我两个人合修，把这台密码抢亮之后呢，外面3台空的密码机，我随便起星都可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遗产。对的。这样这一波救人应该也是不会出什么问题。那接下来的话，猫猫就倒角落了，因为他不太可能第2波牵制。就捏捏这里，他其实也挺无奈的。他这边打一刀针对古董商，外面这些状态都应该是好的。等一下，医生直接治疗飞行家就行了。对。然后3个人，一人找一台密码机守住。而且后期的话，应该是修鬼板跟狮龙那2台，就非常远。2台密码机不好控，就看捏捏下一波打爆发能不能打到了。而且要注意，神坠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以及飞行家也没有。这两个位置得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不要被打针对。那他这里刚挂上人就已经3个满招态了。没错。
移形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去第一时间给。因为密码机都没摇嘛，但是马上就要亮耳鸣了。这里已经在修终点了。双惊喜定位定到了，2个定位知道在外圈。是的，这边得扛点压了，手里面有悬停。哇，直接一波把2个混沌飞人全交了。感觉小亏啊！哎，这个医生从边上路过，没有看到。不过监望者是不打算追他，可能是没看到，应该是没看到了。那外面幽冥起一台新的密码机修到40。对，这梦露的话也是直接就交了一个大喷，不停的跟你拉距离，不给你拿刀的一个机会啊！哇，感觉他交完一波道具，走2步又要交一个道具。是的，喧嚣基础已经是太高了。双惊喜，哎呦，被带到了。那这波双惊喜应该还是能拿刀，只是叠不到更多的球了。现在就看求生怎么样去防你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一个问题。绕场谢幕，直接亮呗，我觉得就直接亮呗。直接开了。对，直接亮，因为双惊喜在 CD 啊，而且医生是贴门了的。对。而且移形也不是直接到门口那种，移形是有一定的距离，对，还挂人，这个角度还能去硬拖你一些时间。哎呦，一下顶到了，再来个双惊喜，能躲到吗？没躲到，躲不掉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平局吧，双方都没有很大的机会给到对面。哇，太保稳了，保稳感觉这把 T 数的一个求生者就是他们很有信念感。就一定要让谁打排位的时候，不希望自己牵着，突然脸上有一个跳板，跳进交互，然后边上还有一个道具捡在自己身上。跳之前先捡道具，捡完之后呢，哦，是个什么护轴之类的。哇，太舒服了，感觉自己的一个牵制也是美美被保护了。那这个区选佣兵肯定会选桥上，是。然后佣兵，哎，不对，佣兵选桥上的话，有可能被手追哦。我觉得就是常规选点吧，起点空军，然后终点的一个气象，然后鬼屋，对，这样也差不多。因为白军上他自己是比较安全的，这样点完站台之后，空军也会在鬼屋里得到一个保护。那这把歌剧应该是移形歌剧了，我猜是移形歌剧。如果他想要起追这个玩具商的话，如果想起追空军，可能会带兴奋。来了。玩具商空调怎么牵制？上去放跳板，秒踩秒跳才行，不然的话有可能吃刀。但监护者回速，他跳板的方向还要注意一下。其实我觉得玩具商他是完全可以自助的一个角色，他自己点完站台，然后自己飞到起点站坐车，自己保护自己。他这车来得及吗？哎，来得及哎。对，来得及。哦，玩具商的话，他前期他这个地方等于是有一个小攻势嘛。对，但是监护者追得很快呀。对，而且他开局这个站台是没有来得及点，他还是有刀啊。哎呦，这下还是比较快。但是他进鬼屋的话，又有一把枪可以保护他，所以说还可以。然后空军捡了玩具商的道具也能自保。对，他们这个地方的体系应该是有专门练过的。因为这样子下波他还能坐车，结果如果继续追他的话，我还能坐一次车。结果他骗他下来，能骗到吗？没骗到，没骗到。留个残影嘛，留个残影再回去。那这样佩佩他可能这个前期节奏有点差呀。他留残影飞下来的话，对于一个玩具来讲，他是可以直接飞到2站。听到了，听到翻的声音呢。哇，还好。他这样必倒了。他这里还是翻早。他听到一个翻的声音，所以佩佩很果断回速了。那这样倒的还是很快，而且把枪给吃了。是的，是的。好亏啊！就他还是应该等一下佩佩的一个身位上来之后再考虑翻下去，因为他地上那个残影的话，他是回不到那么远的。没错。这样的话是亏了很多的身位，然后也没有坐到车。主要是慢翻是不爆点，但是有声音的。对。我们玩监管是能听到声音的。所以佩佩他这个对于细节的把控还是非常到位的。是的，没错。一个护腕，再回速，而且这里可能还得再交一个护腕。回忆应该会求稳再交一个，不然会出事儿。求稳吗？想省道，回忆他好喜欢省道具，他真的经常这样做，而且每次都基本上都是有效果。对，省到了，确实是对于这个淘汰进度的一个把控比较关键吧，比较熟练。之前我看回忆的一些比赛录像，他的道具真的很省，而且很难出事。这对于后期的一个兜底来讲是有一个加成。对，后期兜底的话，他道具更多了，更厉害。我这一局因为化险为夷在玩具商身上嘛，对于球员来讲还是比较劣势的。是的，少一个化险为夷，外面能补状态，补完状态之后呢，这个密码机还是差2台整。牵制时间也不够久，如果开局就把2站那个站台能点到的话，那这把应该是一个完美牵制了。对。但可惜了，队友当时没有过来，可能没有沟通到。应该是让他自己点，他可能比较看刷点。是，就没有来得及去把一个站台给点掉。回速怕偷，也确实意识到回忆过来，回忆这边还想再救一波。这个状态有点危险，不能省了，直接交护轴。对，再救一波。是的，
那看看最后一个跳板能不能交出来了，交出来没问题，这个跳板改的非常舒服。当然没有太多的一个点位可以去利用了，只能玩这边的板区了。对，能吃闪就最好，吃不了闪的话，这一波可能会下一波队友压力很大。哎呦，抽刀，极限距离的一个抽刀。是的，那密码机现在差1台半。那等一下可以直接切船了。监管者有闪现啊！这下一波我可以切船。哪怕我不切，我看到人我冲过去，我闪现，你怎么溜呢？对他现在选择非常多，因为密码机差的很多。看脚印呢，佩佩这把是完全可以打出一个多抓的节奏啊。是的，要看陶完得要把前面的节奏给补回来。但是气象的话，其实这个点位也是没有那么好溜的。对的，可能要往终点的里面去拉一拉了。看一下密码机。要把道具逼了之后再传吗？哎，直接交层云，但是陈云好像只能在轨道这边左右摇晃。他可以飞上去，但是上去没用啊，你要出来的呀。对，这个地方有点卡他自己的身位了。不过没关系啊，拖了一点时间。那看看密码机摇晃了，这时候重点是桥上密码机不能被补，桥上密码机要补也只能传。这里的话，直接选择交闪现去击倒啊。那密码机的话，他是觉得不够，所以说想打一波手语拦截了。是的，因为你佣兵已经就2拨人都是一个半状态，你不可能说第3波再来。过来吧。他如果要空军过来的话太远了，所以应该是要这个佣兵去冒险救援。对，他是有心差的，他不知道回忆手上有个香水。香水是的，但是一个香水加瓶加个护肘不一定够啊，因为监管者可能会提前预判到他的位置。对，因为在监管者视角的话，你佣兵很可能救不下来，或者说起码双倒。卡头救还能保一个。要不卡头救吧，还是想应该是要压满，感觉还想卡太危险了，放香水骗掉。那我就卡你位嘛。血线有点危险，但是他直接可以卡位的，引得慢。哦呦，打一刀，这引越慢了没有卡住。那第2时间的话，就看气象能拖多久了。是的，手里面还有道具的，回速有刀，有风强风，还行，关键风，感觉气象的一个反应也是非常快嘛。是的，手里面还有隐月，这时候呢，看看这个位置，应该是得要把气瓶最后一个交出来了。应该还是要成云了，他玩这个反应还是可以的。那回去挂佣兵。这边还是去打一个手椅，让你的这个气象没有办法救人，然后空军修不了机。是的，这个椅子就往那个桥上密码机挂就行了，因为这把的核心是桥上的密码机。下波如果陶宛敢摸桥上密码机，直接追他就行了。所以我觉得要不就摸新的密码机吧。狮子龙是不是还有密码机？是不是？但是你修狮龙的话，其实也太近了，就是可以第一时间杀出来。也近。所以现在2个人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不过现在气象有一个护腕，选让顾客去修密码机，满血修机给压力，然后让半状态人来看能不能偷一下。是的。现在求生者只能说去用一个比较劣势的一个决策点。哎，这把佩佩的话也是很聪明，先来吊，把你的空军压到外面，然后再找气象。他必然蛰伏在一个能够去偷人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回速交了有护轴，有可能救得下来啊。对，不过有传送可以去交，不能太近了。也行，那这不很亏啊？随便打一个，随便打一个管密码机吧。哎呦，这一下密码机已经来到90了。密码机够了，但是他可以第一时间去秒佣兵，佣兵没道具了。亮吗？直接捡起来了！哎呦，这个好亏啊！非常丝滑呀，佩佩。他手里面有传送，因为回忆当时第一时间是没有往板子那边走的，他想卡板，是绕了一下。监管只是排了一下耳鸣，觉得他求生者有可能在角落里面卡，然后偷偷点小门。反正对于佩佩来讲，他是不着急的，因为知道你求生者不敢去第一时间点门。是的，而且你们2个的位置都在中场，无论往哪边走都好。耳鸣亮了，一个人在桥上，另外一个人的话，现在在起点站也不敢点门。交 TP 落地之后呢，就被骗掉了。但他知道起点站这里有一个人，桥上有一个人。回速，那走一个了，应该是奔着3抓来打了。是的，奔3抓来打了。那这样子算是破局也能接受，而且是 T 这边选图啊，5比3，很舒服。那看看地窖的位置，不太可能吧？手里面这个道具到底什么呢？开个盲盒还是太远了，太远了。对，护肘，而且这个护腕一弹出来的话，等于也没有道具了。是的，地窖不在这儿，没办法。他等于是边牵制边来排一下这边的地窖。没错，门那边也没开，没办法了。因为这边没有刷嘛，所以应该是一个3抓局。有双刀击倒，那跑一个还行吧，毕竟 BO3的局里面呢，如果是5比3，我还有机会翻。如果这把被4了，7比2，第3把就很难了，因为前面有一把平局。对，但是对于 T 速来讲，他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一波的一个破冰啊。对，没错 ，T 业这边是很赚的。5比3的一个比分，其实火辣还是比较克制的。对。
所以一鸟应该是第一波救人的时候给，或者是对，在最开始牵制的时候给，应该不会留到后面可以去保2波的一个无伤救的底牌。那也挺好的。其实，因为祭司它本身破译的话也是稍微慢一点嘛。慢一点点。对，如果说能够去正常牵制出一个时间的话，也是挺赚的。对我破。依旧是一个想找祭司，然后空调这边直接往远拉。那这里可能考虑第2个人想要去给到救人位吗？桃大师一个压力，要去找回忆吗？哎，这边往回走，以为他反绕了，还是说骗身位，想骗空调？哦，他以为回忆是往角落走了，但是在跟自己博弈，前期有一点逛街。对，而且天赋上面他带的是一个快踩嘛，那可能少了一些后面运营的一个小天赋。在追击上面来讲，还是需要快一点去拿到节奏的。没错。那些空调是直接过客是直接提前交背包，拉开身位。求生者都处于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没错，移形也好了。他交移形吗？去接第一波的节奏。这个鸟可以给的，能给吗？不给，不着急，想省着。对，可以等他先去吃第一波的一个刀吧。对，这个鸟要给了，得给，必须给。哇，非常完美的一波配合。是的，这可以说是打蜡像的固定套路了。然后小背包，那第2波的一个上蜡还是太快了，而且感觉过客的一个位置比较危险，如果不钻洞的话，基本上要被架住了。对，空调必须支援，不支援不行啊。哎，来了。那接下来可以锁密码机，锁密码机。2个洞直接去大房里面了，上2楼了，说是。是的。上2楼，不过还好抗性比较多，这个距离拉的不是特别远。但这个地形的话，对于过后来讲，就是一念从这个地狱变天堂了呀。没错。锁板往回走，但是没有关系，还有个小背包往前面走，还有个膝跳反射。没错。那这时候密码机两台密码机，因为祭司过来帮忙了嘛，所以密码机少一点点。不过这边也是拖了很长的一个牵制时间。是的，没错。还有最后一个背包，提前去交掉。那他这里如果说能够翻2楼那个板的话，又有一波板弹加速拉开距离。能翻的，因为他那个板子早就解锁完了。对。下来之后还有帮忙吗？没有帮忙了。他不好提前说去给一个蜡块封住板区。2台半了，再拖一会儿。哇，这一波祭司怪好赚啊，纯赚呀！对，感觉足足多溜了1分钟吧。对，已经是2分半的一个击倒了。是的，把密码机拼一下，等于3台密码机了，因为1台30，1台60，63台，好赚。哎，这把真有机会啊！你看他是移形开刀，然后现在移形已经好了嘛？是的，然后过去100秒了。再挪一下这个位置，下波救人。求生者虽然说赢没有横空反照还不好说，但是平肯定是机会很大的。没错。这样的话，再给一个洞过来，祭司也可以去完成一个依旧。没错。给一刀能救，而且也没有什么双倒的机会。只能去硬追一下我的飞鹰家。飞鹰家这个位置也不太可能牵制，没板没窗的，转圈圈还不如走角落，他可能不想，倒上面吧，不要下去了。对，就倒上面了，因为没有意义这牵制。他是只能拖一下，让拉上师没有时间去封密码机嘛。不过脸上也没有人在修。下一波逃脱怪救了之后呢，他有香毒，有可能开门战的时候还活着哈。虽然没有横高反照，但是如果能保到密码机正好亮了，也保证能平局嘛。其实感觉的话是可以考虑，就是套一个圈，然后等一下3个人直接亮密码机了。哎呦，这窗锁住了，而且火辣这边喷，把被动给喷掉，这样直接冲过来，烧一下喷2刀，哎呦哇！但是因为他冲到椅子下面，你攻击是很慢的，所以还是把人救下来，差一点能够守下来啊！这样直接要卡位了，还不好过去。是的，这个没办法了。这里除非换挂了，对，要换挂了。不然你从1楼这个抬一个移形移上去，或者闪过去。切闪的话，这有点太亏了，他只能换挂。对，只能换挂。因为这一把下一波他如果逼先知怪，就先知没有回高反照的，一个火油加1刀，他一样救不下来，要不直接亮吧。卡楼梯这个操作确实很多监管都没有什么处理的办法。是的，直接亮。
能处理的也就那几个结王者，像噩梦之类的。然后或者说鱼女直接冲过去嘛。啊，对，就那几个角色可以处理，其他角色处理不了。这样的话，他往外排，可能这个飞行家要偷人了。是的。完全没有回来去守吗？他想着再去追这个，直接把这个人给放掉。好，那没关系，这个时候如果能秒掉的话，还有一点点机会，但是这边好像一时半会要快了。比较难。也牵制的比较久了。对，而且外面的话，这个2个人的位置现在完全分散，他是一个1挂呀。他这个一阶技能没好，所以不先去锁那台门，然后选择去挂到这边锁散门这边。但求生者可以慢慢绕，因为对面的门口已经开了。现在先知这个门已开，对于先知可以晃一下。接王者来讲，他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离开这个椅子的。是的，目前3个人成一个三角形。他要么就钓鱼，通过移形把这个人给勾回来，然后击倒在椅子面前。对，那他应该意识到了，因为刚刚看到了桃大师的位置。对，要么他就深追一下这个飞行家，因为飞行家他是一个上挂飞。是的，地窖的位置在狮子楼，那这样飞行家有可能走不掉。确实，因为这边太久没有耳鸣的话，会通过移形来抓他的。是的，看他移形想抓谁，再拖一会的话，可能这个人就走掉了。好，这边要交吗？另外一边回忆4级行动，随时没过来救人。感觉已经马上到门口了，这个时候还要去省吗？耳鸣还不有，那回忆能走地窖的。哇，好冷静啊，一直去不交这个技能。那能意识到吗？回忆要走地窖的。是的，佩佩能意识到，移形过去了，太远了。但是这个移的太远了。如果说这个移形，关掉了移形，他主要是他又不敢钻的话就走地窖，不钻我就走门了。是的，那这样心跳反射能走门了，3跑了。我的天啊！追分了！天哪！这个移形推太远了。还是有点太一波三。起追守墓人也行，拿存在感。我起追守墓人，我甚至还可以底牌加挽留真上线。对，底牌挽留加闪现真上线。如果我选择追火灾的话，我张狂挽留我都抵平局。是，就我觉得守墓人还挺怕艾维的，他存在感，他震颤得用得好。守墓人这边应该会起追他了。伊森开局往昆虫那边走，然后本体往守墓人那边走。对，其实2边都可以追啊。是。那守墓人的话也好追，昆虫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目标。来看一下他的一个一追。哇，感觉这个伊森直接奔守墓人来了，他可能都不考虑去控场，因为存在感实在是太诱人了。哦呦，59，在这个位置，他铲子还是暂时不需要交的。伊森就去控外面的梦露那边的密码机。对的。铲子提前交，精神寄宿要落吗？不落。对，卡了一下波形。要继续去追这个守墓的。这一波不落，身位拉太多了，我觉得可以落的。不过中场还能精神寄宿一个，好赚。然后再精神寄宿一个，哇，太赚了！是的，哇，赚飞了这波，就路过了，谁都要被我记一下。不过亏啊，本体卡模卡了好久，想换人。因为守墓人那边切度甚至都掉了，是的。然后再传过来想找火灾，追火灾也是想法，因为这个阵容唯一一个克制他就气囊。是的，我觉得他这个前期的话，虽然说干扰了很多，但是这个追击还是有点太拖拉了。是拖拉了一点点。不过也行吧，起码双方现在还能打，都能有机会打。看等下要不要去考虑闪现开刀？对，闪现得要加个意志本相才能出刀。对，因为你现在的话，这个侵略度太少，还是一个封气囊卡住。一直是拉开身距啊。气囊打掉了，这伊森可以考虑别人了。感觉猫猫他这个牵制真的很稳。我觉得气囊打掉了，他白板了。要不考虑别人，还说拉伊森过来继续去找他。这白板了，感觉还得更得追他了呀。是。前面都追了这么久了，如果说去往回贸然换追的话，感觉更难打。这个想卡可以闪现啊！这个位置不用闪，走平地都有刀了。拿刀，走平地都有刀了。然后直接一个一组本相秒了。对，这一波秒了，优势局。一组本相不能空啊！他这边。他不好躲，他交互的时候再喷，交互的想等他定格结束。确实，对，因为有幻灯师的一个存在，所以他不知道他有没有飞轮嘛？他视角如果有飞轮的话，这下一组本相可以很准。这样的话也是多溜了一会儿。是，飞轮加定格很爽的，所以说等了一下。然后虫群这边过来是过来，但是没作用啊！这角色这个版本的支援太弱了，太软了。
对，效果真的是比较一般吧。不过把密码机拼一下上瘾之后呢，也是2台多了，快3台密码机了，拼一下就3台密码机了。看一下外面的一个救人情况。是的，因为沈追他这里的话，其实密码机是有被干扰到的，这也修的不是很快。可能这一波这个时候吃一刀就2阶了，所以26的可能性也不大。得让他带这个化险为夷去拉走嘛，不能再去干扰队友的一个遗产机了。精神技术火灾吗？那你得打针对呀。哎，这个精神技术给火灾是不是有点亏啊？他如果精神技术给这个李宝的话，打一刀李宝，下波落就可以再拿一刀。有点没有压求人的状态了，这么打的话有点往平局走了。因为你等于说求生者他们不需要后面去补状态，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去拉开一个很安全的密码机的位置。这个针对打的有点小亏，我个人觉得。但也行吧，现在起码说我能够去把这个对火灾给减员，然后再跟你们3个人慢慢拉扯。没错。只不过这台密码机结尾的先出去吗？出去他要交2阶的，有点亏。想要用本体先守住，等你飞轮来救人的时候我再回来。他把这个2阶给交掉的话，是给到一些36的一个说法。是的，本体回来了，然后逼一刀，不逼，想赌想赌震慑吗？没事，他震战出来之后呢，有安心效果，基本上不太可能震慑的。直接就掏下来了。打针对，那外面插一台半台密码机，有一台密码机是盗半的，所以说还有拉扯空间。只不过最后的3台密码机都太远了吧，三角形。对，3个角落。而且现在的话，求生者他们的状态太好了。对，这个拉扯得要慢慢打，只能慢慢打了。是，也不是说没有机会，机会是有的，毕竟闪现在手，而且求生者这边有2个没有回光返照的。这把可能如果要赢的话，还是得看开门战吧。是的，闪现要一直本下补一下，喷一下，没喷到，可惜。哦，蹭到了，可以喷到了。对，那下波85的一个侵略度。对，下波伊斯人这边可以精神激素完之后再拉回来去击倒这个守墓人。那应该要秒守墓了。是的，这里体验下铲。啊，这意志本相能喷出来，就看准不准，能猜到吗？意志本相位置，想等将患者靠近先。哎呦，还是被喷出来了。那这样子多一个上挂的，且他还没有回光返照啊！捏捏这个艾维真有说法呀。是的，下一波换灯是有化险为夷，所以也还行吧，也不是不行。但是他们2个没有回光返照的话，确实是伏笔，而且你注意到小门这边是提前留了陶片的。对，那在后期的一个开门战的话，他可以少去寄宿一波，是的，有一个多传送的一个机会。而且伊森提前去对面，对，打针对，这波必须打针对，但是有过化险为夷。对，就算你随便掏，你就一直掏100下，我也只打这个守墓人。对，这个化险为夷也没关系啊。哎呦，追到了啊！还把混沌师本体给卡位了，卡位了啊！这一下没有回光返照，这个位置研究也没用，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呀！是的，你无论亮不亮都好了，我保证倒2个无所谓的，我一身尾随他，我3抓了。哇，什么情况？这个小巧思亮还是不亮呢？把人架在这个里面动不了了，把一身拉出来先，不着急。传过来，知道守墓人没有回光返照，他不知道幻灯师有没有，他不管这幻灯师，对，他先把这个守墓人给挂上，也是能稳赢的。然后伊斯恩再过去管门口，一样的。对，这一把铁也要想办法保平啊，不然的话就不行了。因为他当时是什么？他把幻灯师放在手上当人质，是的，亮密码器我就把幻灯师秒了。你不亮的话，你不亮我传过来守墓人没有回光返照，我知道。对，哎呦，很聪明，太抢点门。了。那直接落，想落是满了，还是要倒地。另外一边虽然说是能把这个人给救下来，但是门是点不了。对，而且伊森跑过去也不需要很久的时间。而且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这个守墓人是一个上挂飞，重点是闪现还有12秒，下一波谁能牵制呢？谁有能力去牵制呢？这个太吓人了！这里的话，如果说他再秒一个这个大门门口陶片又好了。这个伊森拉回来，先透视一下另外一个的位置吧。对，看一下守墓的位置。看到守墓人的位置啊，守墓人是没有道具的，白板。他其实也不需要4抓呀，他只要拿一个3抓就够了。拿3抓就够了，守墓人还不敢碰，他敢碰落了我就闪现回去，手里没有闪现，你没道具，他没道具没飞轮怎么躲闪现啊？不可能，要击倒了，另外一边门能开，但是没用啊，你走不掉，门
的队友也走不掉呀。我这不3中我就赢了。这个陶片你得拆，但是等你拆陶片的时候，我的伊森已经杀过来了。是的，我这边本体还传过去往那边走。我的天哪！双控，而且这边精神技术要死抓了。怎么说？新人落地再技术，伊森准备给喷，那走平地，直接一刀带走拿下4抓。年年太强了！哇，恭喜北京 WBG， 也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不得不说，他们现在是在小组以一个非常强势的姿态，现在是拿到一个全胜。捕蝇者的跛脚羊熟认度也是非常的高啊，在欧美赛区预选赛的时候，曾经拿到过多抓。而且 Sprinter 的话，其实也是练角色很快。嗯。 他的角色是非常的贴合版本，本身也是有一个比较绝活的梦之女巫，那后手也是。对。而且这个点位的话，离迅儿非常近，迅儿是来不及去翻风车那个位置的那个箱子的，可能就是只能有一个道。这里也是直接冲着双11去啊，小迪也没有翻箱子，选择先往双11里面去卡一下，看一下第一波的。 拉点是反向走了，那这个地方脚印好像蹲住了 ，Sprinter 会不会看一下左边呢？哦，直接一个窥视者插了一下，插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就只能走了，而且这个身位很近哦。没错，小迪是选择翻了一把枪，下一个围龙应该会选择用这把枪来抵消掉。而且小迪他的牵制思路是直接选择往海边那边走，但这里的话是倒地交出了这一把枪，那击倒的速度非常之快啊，身位太极限了，有点。没错。 那这个击倒节奏来看就有点崩了，就看下一波救完人以后怎么说吧。因为弓箭手你其实来 OB 跛脚羊的人你也很难 OB 啊，没办法去起到一个让他26的机会。是的，而且其实你现在因为16的那个时间比较短，所以 OB 位没修完第一台，他其实可能不太考虑这一波就过来 OB 了。是。 所以笑笑直接摇表，那给到了一个无伤的机会。第3段没有摇到，但是要摊吗 ？Sprinter 还是摊了一刀，笑笑一刀。而且小迪的话，因为那把信号枪已经是一开始就已经交过了嘛，没错，所以就导致说你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牵制的机会。对的，然后连飞轮都没有。他这把带的是协调反射，现在往海边倒，看一下奈奈能不能极限破译掉，稍微过来 OB 一下。哦，破译不掉，那就只能。 先上班了，现在 Sprinter 的愿力值不是特别够啊。反向拆一个的话，这个地方是可以拆掉的。看一下奈奈的一个他其实牵远就行了。对，这里是来不及的。往海边小屋去挂。其实你现在信仰已经上2挂了，但是弓箭手第一台已经算贴的比较快的，也还没修完。没错。这把的密码机会非常不够。 而且通缉到了外面的笑笑，这样的话你一会儿续节奏都可以考虑一下了。所以这一波，奈奈一会儿一定要上班。他上班要拖什么呢？拖笑笑跟救完人的花池的一个调整状态的时间。淘汰进度已经非常极限了，一剑直接命中要害，又是一个无伤救。怎么说？反向钻过来，飞轮躲掉一刀，再补个后撤避弩，还想打一刀，但是笼子里面太多人了。不对，小迪躲进了一个角落。不过这里的话，可能还是比较难去扛。其实前面奈奈还是有操作起来的。这里奈奈可以再稍微的去拖一个围龙，然后走，就看花池这一波。哇，花池这波是无伤掏了下来啊，那一会儿可以少调整一个人的状态。那现在场上的密码机加起来也才3台而已，人马上要挂飞了。是的，这样的话其实等愿力把弓箭手围起来就行了。是的。然后再把小迪挂在海边。攻击到的是花池的木偶师满状态。 那现在奈奈的道具其实已经交过一波了，看一下 Sprinter 要不要考虑直接追奈奈，或者是说要不要选择去切一下，然后追外面的笑笑也行。因为他是知道笑笑在哪的。是的，这一场尝试抽刀，但是好像没关注这个笼子，再补一个龙普弓补上一剑，再一个后撤避弩，把撕裂值给打满。那我们看一下穷者这边密码机其实已经马上接近4台，破译加速也出了。是的。 其实奈奈这几波操作还是非常的关键的。是的，他保了很久啊，而且自己在牵制的时候也没有掉状态。这一剑能命中要害吗？没有机会射了。
但是也没有关系，又飞到一个笼子 ，Sprinter 愿力值已经跟不上了。是的，现在外面的话是只差一台新机，其实比刚刚的节奏已经是挽回来非常多了。对，主要是靠着奈奈这波操作。Sprinter 一直不舍得交这个窥视者啊，他很想把奈奈先击倒，然后用窥视者切底牌去完成控场。是的，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还不如刚刚就切，然后去找笑笑。没错，哎，这里又是一个人皇步躲了一刀，把撕裂值给触发了。奈奈真的是扛了特别多的压力。对的，可以看到奈奈这边已经是100秒的一个牵制时长了。Sprinter 没有愿力，想先过板，又没关到。失误了。奈奈成功预判了，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再砸一头。MRC 人人都是战神啊！奈奈说我没有16时间，但没有关系，对吧？我用平均牵制时间。一样可以拉满。是的 ，Sprinter 的话现在有点忍不住了，所以选择传过来去找一下大船底下的笑笑。那外面可以立刻起一台新机啊！这边就算笑笑被击倒的话也无所谓，因为花池是还可以救人的，而且 Sprinter 其实很难去管到小木的密码机了。这里一个专板，小八字走位能躲吗？躲不掉这一刀，而且反应很快啊！小木的密码机已经50了。在开门战的时候 ，Sprinter 可能得考虑一下，把自己的这个传送时间给拖出来，这样的话才有机会去争到一个多抓。但是相反的 ，MRC 也会把这个传送时间给考虑进去啊，尽量是不让你有传送。不过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可以去压一下他们点门的时间，因为大门这边你得让出来。是的，所以你只能去走小门。对的，但小门贴的时间呢又会非常的快。Sprinter 这边以为人是走大船里面。反而给到了花池一定的身位。现在密码机的话，马上就要压好了。没错，那笑笑也是选择直接往大船跑。哦，但如果是这样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一下，要不要先找一下木偶师。对的，因为这样的话，你能够把大副的位置也是架在大船附近。没错，他这一波，哎，哇，关的距离关的非常的精准。是的，笑笑这个时候才刚从大船出来，已经看到了笑笑的位置，那这把对于他来说是有一个争3的机会的。没错。因为大门这个位置，你就是怎么说比较尴尬。如果笑笑他选择往大门去的话，他可能一下就被秒了。但他上大船呢，他又很难再从大船出来了。主要那边其实木偶师他撑的一个时间不够他转点，是的，所以是把2个人的位置都架住了。我奈奈那边也是非常果断的，已经出门了。那最终 Sprinter 是在第1局的上半场完成了一个3抓。这开门战的话，我觉得其实求生者很难去操作了，虽然说它没有传送，但是你去到门口的时间确实也是会比较久。是，而且因为你挂的时候是挂在了大门那张比较难救的狂欢之椅嘛，其实那张椅子救下来之后，因为首先可能你击倒比较快，但是也有可能让求生者把密码机给拖够嘛。是的，2个化险为夷应该是带在这个气象以及大副身上，或者说冒险家以上就是冒险家。冒险家在小船这个位置是有可能一个龙子打过去直接开早的，毕竟这个版本如果说你边上没有太多小的障碍物，对吧？一个狩猎本能断掉，可能就会被接管者给找出来。史密蒂的一个走位是往中场的方向靠了一点，白鹿这里耳鸣还在，要掉了，看一下他会预判往角落去还是往中场去呢？这里的话，可能还是得往大副那边再靠一下，然后让他帮忙去压一下那个耳鸣的范围。没错，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很难找了。是的，他这个反跑已经是反跑到了。他尝试的排了一下，排不到的话，那就到中场来顺路逼一下大副的表，然后再去找大门刚才的弓箭手。那这样的话，其实外围你多个冒险家就舒服很多了。哎，不对，他插眼了，插眼的难道是要追了？那应该是要尝试直接逼表，看能不能拿刀了。这里一个围龙，第一个围龙很关键。柔刃这块板可能要被封住了，封住了，直接拿刀，哇，直接蒙了出来。位置身位太近了。对，因为白鹿盯着你的位置啊，他过来，哦，再次换一波节奏 ，Green 后撤秘鲁以后，龙骨弓没有接上。是的。那现在这个求生者1分钟2个人缠的。这状态上面拿的有点太多了，因为你是救人位拿的状态。是的，再补一个窥视者，而且白鹿前期存的愿力很多啊。这个地方平地刀要先拿吗？没有，选择一个后撤跃龙。这里想骗一手，但是是一个快翻，直接一个飞轮逼了出来。那再补一个笼子，哎呦，有个树挡了一下他的跃龙。后撤秘鲁也是射空 ，Green 这一波，哎呦没有命中。
1分33秒直接打倒，那边大副也是找队友调整了一波，所以前期求生者的密码机是很少的，哪怕你有一个冒险家。不过是大副那边因为是没能调满嘛，所以你还是有一个去争双倒的机会。是的，这边通缉到了气象，然后再排一下罗忍的位置。但这波如果是这样过来的话，可能还是得摇表，不然你救的一个时间会太早了，是拖不到外面密码机。而且大副第一波救完人，他手上就没有道具了啊！这一把的中后期可能要成为一个追击的突破口了。预判的一刀，在没有围龙的情况下打了大副。那这里下乙呢也是没有给到弓箭手再次牵制的机会。场上的密码机是2台，因为冒险家手上没有输液。因为刚刚他是选择直接去破译木屋的那台吗？是的，手修了1台，现在终于开始挖输液了。但是大副已经救不了人了，就得看气象这一波会不会被通缉到。哦，很精准的通缉到了气象，但是气象的位置在大船上，也不太好被拦截。是的，不过那边的话，其实可以考虑让冒险家跟大副调整一下状态。没错。然后气象过来先卡着，这样的话，你一会后面还是有一个打运营的机会。这里可以等他飞的时候去交这个围龙，不让气象过去，一个正龙，一个反龙，但是应该还是可以救下来的，没错。但其实能救下来，对于气象来说，这把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是的。外面也是调整起来了状态。Green 直接被逼出了自己的最后一把龙骨弓，看一下这个8字走位好像不太好走，距离还是有点远。哎呦，极限的赶上，在龙子马上要消掉之前拿到了这一刀。那现在3分多钟可以把人挂飞，这一把节奏其实还是挺好的，对白鹿来说。此时的密码机其实加起来也是正好3台，通缉到了谁 ？Roland 的大副手上有一瓶香水，这波选择直接传送大副了。传送过来，前面应该是有爆过点，所以白鹿也是顺便看一下冒险家的位置能不能看到。因为刚刚其实 Smithy 他是挖出来一本书页了，是，所以他这波想要去排一下，但是没排到，所以选择继续过来找一下大副。不过手上有瓶香水没交出来啊。对啊，交表的话是交的挺快，但香水没按出来，这波很亏啊。那感觉这里已经没法再牵制，要成为第2波节奏了。这个地方回速也不好回了。是的，冒险家刚刚在脸上也是把输液挖了。感觉可以直接打他啊，可以直接打的。冒险家变大，直接把他打倒，这把就B4抓了。看到了脚印，但是没有关注，再补一个围龙。这里史密蒂骗了一手，钻了过来。哎，两个人不在同一个笼子里，这一刀能拿吗？感觉围龙时间不够，所以再补一个围龙。但这波其实对于冒险家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波你交的运力太多了。是的，交了3个围龙，现在白鹿只够再交1个围龙，所以只需要把这一波给躲过去。那求生者等于说是把节奏给缓了一缓。是的。而且那边 Roland 是交了一个绝处逢生，气象也是在调整自己的状态。没错。这样的话，保证外面有一个能救人的人。是。那现在一整台密码机被白鹿压在了手里，谁来救人就打谁了。求生者要在外面补2台密码机，实在是太难了。看一下白鹿的拦截能否直接拦到这个气象。而且因为他们这把还有个问题，就是在于化险为已经用过了，就变成你跑图的一个时间已经是不太能够把这个输液用出来，就没有办法硬把这个输液用出来。这里也是看到了气象的脚印，不能在外面被打，在外面被打是不可能救下来的，他得必须要再靠椅子这一头的围龙去持刀，可能还有一点机会。那现在完全没有机会再救援了。只能2位队友眼睁睁的看着冒险家挂飞。但是他们这把的话，密码机还是得去硬修才行。是的，他得把那台遗产修的多一点，然后一会儿看一下能不能利用输液去跑1个。但是他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哎呦，这里没有关注大副啊，再补了一个笼子，还是成功打倒。哦，魔术棒。但那边的话能救下来冒险家，直接传送，刚好是传椅子的那一瞬间掏了下来。那现在输液是在气象身上的，就看白鹿要不要考虑直接秒这个气象了，把冒险家放了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压住这一整台密码机，然后把人往中场方向举。而且大副那边一定是因为已经交过绝处逢生了嘛，所以现在如果再起来的话，就是冒险家去挑的。是的。
看一下猫眼家那边要不要考虑去摸呢，还是就直接躲着？应该是不打算摸了。接下来就是考验白鹿的一个排人能力。跑到了最角落的地方，白鹿好像能意识到，再走2步齐尔明了。哎，起了。这个齐尔明的范围，白鹿也知道，要么就在角落，要么在靠大门的方向。能排到吗？里面还有一个小板区没有进去，小障碍物。那换了一下点，偷偷。嗯。哎，再看一下，哦，排到了，排到了。这里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颜色。那这一波把许米蒂也打倒，但是白鹿并不清楚大副有没有带绝处逢生啊。就是有没有教过绝处逢生，所以他还是想先过来排一下大副的一个点位。不过时间的话，其实还是有的。嗯，地窖的位置就在小船内侧。现在看一下，白鹿排一下，应该会考虑把许米蒂给举出来。他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牵着找嘛，或者是过来等就行了。对对对，他其实只要在他脸上待着。如果那边大副他是有志气的话，他一定会去找箱子翻的。哦，不过这里的话已经看到大副了。没错。所以是2个求生者的位置都知道了。是的，那史密迪那边应该也要考虑交志气了。OK， 交志气的一瞬间直接传送，然后落地脚印有一点点，应该是能看到的。哎呦，一个跃龙刚好被障碍物挡住，没能后退成功。那现在找一下 Roland。对，白鹿也确定了，你刚刚就在那个小船的3窗嘛，这个地方我可以直接把你先挂上。哎，爬了半天又要掉头，但是这波想走可就难了。然后那边2个人其实都已经没有绝处逢生了，然后又是刚倒的又很近。对的，所以都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排。是。但是现在史密迪的位置其实是明排的，他想去爬这个地窖也是比较困难了。最终其实中期的那波节奏啊，我觉得比较可惜的还是史密迪出来。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去考虑追佣兵。Sprinter 这边歌剧是目前选了2把，胜率100%，所以也是很期待他在月亮河这一局的表现了。也能够拖很久的时间，是比较常规。选双窗 ，OK， 我终点站的飞行家以及鬼屋的气象都是可以牵制起来的角色。还是阵容上面太扎实了，所以导致你每一个角色可能都不是很好抓。对的。选择去终点站追花池，花池这也是直接上了站台。那就看，哎，断影月了，要回溯了。第一波没有回溯的话，花池在终点站里面可以牵制得很舒服啊。是，它可以悬停喷出来，不怕你回溯的。主要这样的话，你起码还是得等到下一个回溯。他这一波可以直接走影子上，他往影子那个方向走的话 ，Sprinter 也没有什么办法。这里一个喷气斜向喷啊，就当做杂技的球一样用，而且喷下来有2段可以让自己快速接近板子来下这个板，想搏一手。回溯完有反弹，哎呦，出刀还是急了一点。这里反弹触发没能拿到这一刀，最终还好是抽到了这一刀。是的，抽了一波以后，花池应该要去往窗户靠了，来触发自己的窗弹吗？触发窗弹以后，然后再飞到终点站里面，让你没有快速交闪现的身位。窗弹再绕一圈，直接交大喷。是的，而且这波悬停是想打断歌剧的影月的，但是比较可惜没有打断。那 Sprinter 这里手上闪现也是好了，应该可以在闪现的时间完成一个击倒。是的，这里的话可以选择。喂，崩了！被预判掉了。他上一波没有直接闪是怕什么呢？怕你有反弹。当时花池是没反弹的，但反而这一波有反弹以后，一个回溯 Sprinter 还是成功打到了。是。那此时场上的密码机是2台半的一个节奏啊，佣兵的密码机会稍微少一点。这把也可以看到，其实确实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你在终点站追人，就是为了控住这个4连。一个护腕直接弹，往外弹 ，Sprinter 就会担心有没有人去偷人了。这一波好像还真有，小迪过来救援。对，小迪的话从桥上过来。他们这一把从前期就很有意识的说要把这个终点站4连给破掉。笑笑修的是3站的密码机，所以他只有一半，他是给小迪让了机子。是的。
而小迪的话，其实是从起点附近跑到桥上，没错，先去破译的。只要3站这台再开掉，其实 Sprinter 他就很难去守住3连了。花池这里也是直接倒到了最角落，手上还留了一个喷气背包，看一下下一波下来以后有没有机会牵制吧。对于求生者来说是比较难去进行一个4人开门战的，但是保平面很大，所以 Sprinter 得看情况进行一个主动出击。 能不能去逼一下园丁的位置，就减缓一下他破译速度？是的，不过笑笑的话，其实提前已经是从帐篷那边绕过来。是，而且 Sprinter 这一波出击是又断了自己的一个隐喻啊，打残佣兵的状态。那现在场上的密码机马上要4台了。不过对于花池来说，可能也是比较难牵制出来一个化险为的时间，这里是直接被打到了。就看园丁跟佣兵那边的调整了，利用花池的这一波牵制。 给到园丁和佣兵互摸的机会，那 Sprinter 这一个通缉就很关键了，能不能通缉到2个半状态的人？哦，通缉到了笑笑，但笑笑这里好像能摸起来吧？能摸起来的话，还有个小弟，是摸的是园丁啊，摸的是园丁。那现在可以考虑直接追佣兵了，把佣兵的道具全逼完。 这样的话，等园丁跟气象换位的时候，他是有机会可以去传那个园丁半状态的那台密码机的，然后压一踩，差不多就要倒了。是，毕竟是一个比较短的窗户，不太好博弈。其实场上的话，密码机差的还是有点多的。而且这样子的话，你是得进行一个换位才行。是的。 那你如果说这个时候发现密码机停了，证明你2个人要换位，我可以直接大胆出去外面拦截。如果说这台密码机不是在起点的话，我觉得马西是不会换位的。但在起点是可以考虑换位，因为半状态的园丁它是可以带走遗产，不会被秒掉的。但是你现在还捏着个传送，是，就是你就算传送下去，它其实那边是有机会能上车直接走的嘛，只要提前做好预警。 这样的话，你笑笑那边是没有办法卡半救了，要救的话就只能考虑说奈奈过来压满救，没错，也选择差不多过半，保证过半的话就去传送找园丁，续一个盾，然后这可以先踩板，没错。等他盾掉的话，再去补一个短板。哎呦，这里回身砸到了，但是不敢再往起点去了，因为那边是有影子的，所以只能往鬼板的方向去牵制，想骗。 成功骗了下来，蓄力刀直接打倒。那终点那边密码机也是得重新修了。Sprinter 这一波可以考虑主动出击，挂到了鬼屋，这样的话离双窗的密码机会比较近一点。是这里的话，其实他差不多挂完人就会选择挂地下室。其实这波可以不用挂地下室啊，因为双窗是新开的密码机。 你是可以感觉冲过去管会好一点。对他可以考虑挂鬼屋，然后冲过去。这样的话，气象把人救下来，2个人在鬼屋离起点也比较远，他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把佣兵给挂飞。不过 Sprinter 挂了地下室以后，也是选择出击佣兵这里了。 但这样的话会稍微慢一点点，而且他没有第一时间排到笑笑的位置啊，笑笑拉进了终点里面，但大概的位置应该是能有的。不过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他们2个人从地下室出来，跑到起点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是的，而且笑笑这边是撑不到这个时间的。而且他手上也没有道具了，那这边佣兵要被挂飞，这把对 Sprinter 来说还是有多抓的机会。是的，而且这把的话，甚至说还有一个争4的面，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你2个人得分开修才行。如果2个人硬抢起点是抢不开。 的传送会先好，所以他们是选择安排奈奈过来虎木马这边，让奈奈来扛这波压力，因为这台密码机也很多了。如果你传园丁的话，园丁那边是有可能稍微再拖一拖，拖到这一盾没续出来，这里的话直接倒，他没续出来，这个盾他就翻过去了，他是觉得可能续不出来，但是园丁是上挂是2挂。 但园丁那边可以先牵，就他不一定要挂，他可以牵着找。没错。如果说像 Sprinter 担心这个排点上面的问题的话，你就牵着园丁找就行了。没错。现在奈奈也知道你那边不挂了，接下来就是开始躲的这么一个时间了。而且 Sprinter 这个地方传送还没好，所以也不好说能不能快速的回去处理掉。 交志奇的园丁，这里如果说碰到了气象，应该园丁就要起来破译了。那台密码机已经60多。主要园丁那边的话，确实，而且你传送的时间没那么快好。对，如果他直接冲过去的话，密码机是能够的。一个强风，但是并没有打断影月啊。
选择翻窗，有窗弹，再接一个板弹，可以跟你再绕2圈。这里要不要回速呢？没有选择交，那密码机也是来到了80多。这样的话就得强风，赶紧先逼掉奈奈那边的道具。然后如果说你开了密码机之后，能够拿着挽留快速击倒，还是有一个去。哎，通电，这个通电有点自信了。奈奈看一下，捏的还是一个强风，不能被躲。这个强风，哇，这个好精准，感觉爪子都摸脸上了。我说实话。但是还是被强风给吹走了，地窖就在双窗，一个回速应该是没法再牵制了。但这一波的话，其实门的时间比较极限哦，还差2秒。但是这里有个地窖，他得选择先挂了的话，其实门就要开了。对的，最终 Sprinter 是再次完成了一个3抓，只能说 Sprinter 最后那个强风他没有尝试去躲一下，他也是博弈了一波。练度。对的。那种稍微可能自己的优先级没那么高的都已经不打了。是。你肯定得是自信才会掏出来打嘛，而且对他来讲，幻灯师这个角色，喧嚣只能在起点或者说去鬼屋追这个守墓人。这把其实白鹿追哪边都行吧，守墓人的话就是存在感给的多，飞行家的话就是你得直接冲着起点找到了 Green 的飞行家。这个地方可以先绕上1圈，哎，双惊喜交出来，第1段并没有上到惊吓标记，看一下第2段，上到1个，是的，那现在就卡一下狩猎本能，拉进身位，这地方就只能等下一个双惊喜了，跟着脚印先走。前面下板的时候 CD 还没好，下一块板是有机会的哦，直接交了背包想进板。这里有一个上双球的机会，但是只上到了1颗。但是过来还是拿到了这道，而且现在的话，其实你背包带 CD， 对，可能还是要再续一个。这下没续到。是的，想抽刀，但是没有打中，马上可以开空中飞人了。开了，这个地方粘住了，但是还好，沉默也是解开了。这里这个板子双惊喜已经好了，直接打倒，而且还多拿了一点存在感。1分10秒。这鬼屋的话，因为刚刚也是选点上面选了一个守墓人嘛，所以这波挂上了之后，可以去找这个守墓人。他已经通缉到了，这里可以考虑直接交移形的。这个身位，但是白鹿前面没有交，现在交了。现在交的话，离椅子会稍微近一点。看一下这个双重惊喜的复用吧。白色球必须要往前走才能打出来。一个震颤躲掉了这一波，但是双惊喜拉得太远了。那这一波手椅其实白鹿还是比较亏的。是的，而且白鹿这边还是想要去争。对他这个双倒没给机会，双倒也没打出来，那个移形使用的也比较可惜。当时如果说移形能够打到他拦截救不下来，或者说你留着下以后强打守墓双倒再移形追飞行家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这2种情况1种都没出现，甚至没有拿到守墓人的双倒。我感觉那波应该是白鹿他判断守墓人的位置可能是在里圈，就不是最外面那一圈。是有可能是因为透视的原因，他觉得是在鬼屋里面，所以他走了进去。但是走到里面发现守墓人却是在外面，只能被迫交出了那个移形。是的。那再看一下这波是 Schmidi 在鬼板附近。没错，但是那边应该也只能看看，不会过来救援的，毕竟他是一位法罗。选择不救了这波。没错。但是不救的话，其实这边会卡着2个人，续节奏可能会比较快哦。对的，鬼屋这台遗产也开不了。现在白鹿看到了半状态的守墓人，逼了铲子以后，方向找错了，逼了铲子以后应该就走了，然后再回去谁碰密码机管谁。对白鹿来讲，就是我先把鬼板和鬼屋2台密码机控住。这里守墓人被逼走，道具在 CD 的情况下，也不敢回到鬼屋去破译了。虽然那台很多，但是他是真不敢破译。想找机会上车，白鹿提前过来拦，那你这个位置你就不太好坐车了。怎么说？复用？哎呦，打了下来。那现在起点也有遗产啊。那如果是这样子打的话，鬼屋那台我觉得可以就不管了。对，鬼屋你要开你就开呗。现在脸上卡的是一个半状态的守护，这里空中飞人脸上把铲子打断了，沉默覆盖到，等一下双重惊喜。
等一个绕场谢幕直接击倒。是的，绕场谢幕直接打倒。但是狼焰还在对面呢。没错，狼焰的距离非常的远，他看到守门人倒了以后，他立刻掉头就走，也是要开始躲藏了。这里先把守门人放下来，确保守门人一会儿交了绝术缝生也没法救。是的，椅子上的史密利。他现在的话只要排一下，确认那边没人救就行。没错。然后可以去拉扯，看一下求生者那边有没有机会跑一个了。是的。等这个淘汰进度再多一点，然后再考虑到终点站去追人。毕竟他往起点站方向已经放过2次双惊喜了，并没有排到人。再释放1次，这一波应该是大概能确定他的位置，所以打算回来把人挂上，然后再用一个鱼形赶过去帐篷。刚好下一个双惊喜也好了。白鹿第2段的双惊喜是成功排到了，那这里也看到了狼焰的脚印，狼焰必须要撑过 Roland 的整个在椅子上的淘汰进度，但是有点久，好像是想尝试往椅子边上靠，绕了一下。白鹿应该是要等在板前去进行一个双球，而且用焰火舞台一直沉默黏着狼焰，但现在技能全进入了真空期，看一下能不能打到，需要上粘土舞台的印记。哦呦，还行，一个侧刀，但是还是打到了这一波惊吓标记。那现在被拦住了呀，没法贴近椅子。这样的话就比较难走了。又一波双惊喜上到双球，完成了4抓。但是恭喜 NMAC 战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哇，白鹿的话其实打下来每一局都是4抓呀，太夸张了。而且他是在一个艾维是比较害怕高低差去卡这个侵蚀度，包括后期有2阶的时候，万一在这种楼道口，你即使面对一个上挂飞半状态，你可能也没有办法一波侵蚀传送就把它处理掉。对，我相信 Pitstopper 最后这一手弓箭手搬掉，其实他想选的角色并不是艾维，但了弓箭手情况下选择艾维。这个选点的话应该是冲着守墓人去的。对的，也要看一下求生者这边那个天赋携带了，究竟是3个化险为还是2个化险为宜，究竟会让谁？来进入对局，看一下 Pitstopper 这边应该是想前期先不着急，控一控求生者的一个破译节奏。麦肯这里也比较大胆，上来就修。这个位置是直接寄速要开始去压救人位的，因为外面调香师也好，木偶师也好，魔术师几个人角色都不能追，所以思路肯定是放在这边的守墓人身上。哎，骗下来了，而且有点卡魔，感觉第一刀平地刀有机会。对的，追猎神力已经起来，这一刀给的很快。是的，麦肯的话前期还是用正颤赶了一段路嘛，其实是牵制艾维的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但是后面由于高低差，他又不敢回头。跳下来给到地道，那后面就有点危险了。伊斯人可以出去控场，而身上的侵蚀度又比较多。是，现在身上66的侵蚀度，对于 Pitstopper 来讲不着急，等下一波寄速就能够稳稳击倒了。干扰一下密码机。现在对于 Pitstopper 来讲不着急啊，只要本体能够一直给到这边的一个压力就可以，不要让侵蚀度掉下来就行。是下了个满铲，然后木偶师这边也在吃满侵蚀度，给点吸引。这边 Macon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视角差，卡住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哇，一个正颤加这个砸头，对，相当于有点像电砸，都是利用自己的一个正颤就去击退监管者之后，监管者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移动的一个特性，把这块板子拍了下来。身上90的侵蚀度，这一下比较危险，看一下，哎呀，一组本相没有规避掉。但麦肯的2个铲子的利用率还是非常之高的。现在交了那么多正颤以后，自己的一个铲的数量还是2个。对的，然后密码机也2台半，对于麦肯来讲，第一波牵制是比较稳健的。就是 Pitstopper 这边闪现没有吃出来，算是有点稍稍的遗憾。对，后面的话其实有闪现就比较难2次牵制，包括外面有2个化险为夷，密码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接近3台的进度。是麦肯现在手里的一个铲子还有大概1/3的进度，算是比较多。他下来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打到针对，是有牵制的机会。莫是这里交路叶，哎呦，魔力打断一波救人，大心脏好稳啊！还是选择打针对。
那这局没有 OB 位的话，其实2个化险为夷套下来，密码机还是差一点的。对的，所以说得看一下能不能给到麦肯下一波2次牵制的机会。是的，主要是麦肯手里这第2个铲子刚是没有交出来，所以现在感觉还是看看能不能3-6一下会比较好，还得有再救一波的机会。是的。Pistopper 也是很聪明，自己打到针对以后，伊斯人一定要放出来去干扰最少的那一台，而最少的很明显就是让这个木偶师去修台新的嘛。对的，看一下 Kato 已经悄悄摸过来了，这个时候 Pistopper 要去控一下场，但是他不舍得自己的2阶，哎，还是要交出去。哎，木偶师这里是吃满了70度，给到1刀。伊斯人还在椅子面前，应该还是能回去守椅的。对的 ，Kato 这个位置救下来。等 Pistopper 回来，哎，第一波传错了，那让身位了，让了很多。是的，而且是给到比较大的2-6空间啊。麦肯这里上楼梯，没有2阶的话，光这个伊斯人再叠加40-70度喷到了也不够。是这个位置，其实想要反绕，但是有点犹豫，反而让给了麦肯更多的身位。这波就要看闪现能不能终结掉了。看一下这波想要去打断，把铲子打断了，闪现过来直接击倒。对的。木偶师也拆了陶片以后继续破译。这边菲内鲁的求生者看得出来，他们经验真的很够啊，因为外面都直接开始起2台，而且2台的距离也是比较远，很难去控。这边一个2阶传到了无人区，有点难受啊，这波没给到压力。对的，毕竟刚刚伊斯人离自己比较近嘛，而伊斯人调过去跑路还需要时间。是，而他 Supper 有点着急。这个时候侵蚀传送的话，可能还是得等一等才有机会。再回来想要去控一下中场，这边不让 Katsuki 更快的去破译，但是感觉现在3台密码机全都守不住了，状态都很健康，木偶师的位置也是比较保险的。FL 打运营型监管还是比较熟练的。现在 Pistopper 他就想着去尽量把自己的一个闪现拖出来，但是现在木偶师卡在这个位置不给你击倒，伊斯人其实被调过去了，相当于是在菲内鲁求生者的一个预判之内。是的，3个人占3台机，而且机子都离得比较远。Pistopper 一直在找机会，但是现在哪怕能打残外面满状态的人，其实另一个满状态的人还是能救。而莫莉莉这边的话，刚好有高低差，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地图对角色的一个克制。对，所以现在 Pistopper 很难受，他这个闪现感觉其实时间差不多，就看求生者接下来一个运营了。因为 Pistopper 也没有找到什么机会，可能就是拖到开门战，然后自己有个闪现，才有一点突破的机会嘛。对的，刚刚 Katsuki 这边的操作也很细节，他是站在陶片的边缘骗到了这个侵蚀传送。那这样的话 ，Pistopper 现在其实就只能闷着头去追一个人了，不然的话，感觉在开门战之前是绝对没有上挂节奏的。是的，毕竟每一台机子它听过以后都是很响的一个状态。再没有上椅节奏的话，其实就要面对开门战了。对的，但好消息是 Pistopper 这边手里的闪现还有最后30秒，开门战应该是能用一次。是他一直在找莫莉莉的机会，但是莫莉莉这里密码机跟高低差的一个楼梯距离太近了，所以传送过来的话很难击倒。这波一组本上是命中了，所以给他吼回来了。那这样的话有一波上椅节奏，密码机快压好了，这样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里还有地下室，是有地下室就有机会。因为如果你要压机的话，可能离门要近一点会好一点，但是其实这把的密码机离门还是有段距离的。而有地下室的话，一会儿还可以打落地刀。对，开头那个位置要直接去给大门压力，所以 Pistopper 这边直接跟上，看一下救下来，一组本相捏一捏不着急，追猎起来了。是，这里还是想抓莫莉莉，莫莉莉这里是带了回光返照的，所以击倒以后能亮一个开门战。他也是想赌嘛，想赌这边莫莉莉没有回光返照，所以才会把刚本体的一个一组本相交出来。是的，2个门同时点 ，Pistopper 也是本体拦一个门，伊斯人拦一个门。这波节奏很关键了，要寄宿门以后要看能不能闪现击倒 Katsuki 吧。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再传过去把另一个门守住，这一把开门战才有3抓的机会。但卡斯基有魔术棒，提前预判闪现不让你闪。是的，另一边开头也把这个2阶骗了出来。现在对于 Pistopper 来讲，好像有点难到拿节奏，这个刀不太好拿，就还是要来回去找闪现的一个机会嘛。这波伊斯人再调回来，传过去，再找一波闪现机会。是的，另一边 Katsuki 手里有2根魔术棒，他是能够非常凶狠的去压迫的。
但求生者前面的一个道具还是消耗的比较少，所以现在开门战的话也有道具可以去防范一下闪现。对，现在他知道3名求生者的位置，但是很难去快速击倒，加上手里这个闪现还有50秒，挽留就要结束了，很难去交出去啊。也猜到了监管的一个打法，就是2个门来回拦，然后想办法交闪现嘛。所以说他们身距控得很好，不给你闪现身距。如果你要深追的话，那另一边的话，陶片能拆掉门就可能点开了。看这波一个闪现，卡时间卡得很好，他是刚卡到那个追猎，把最后那个半个身位补足，这样的话 Kasky 很难去反应过来。是的，另一边的话，调香师刚把台面拆掉，二阶调香也要倒地。失误了。莫莉莉的话身上有侵蚀度，应该也能猜到在另一个门点门。是，看一下就这边 Kasky 能不能起来了。如果说起不来的话，这一局就在开战最后的30秒被 Peter 找到节奏了。Kasky 这里是有回光返照的，所以说自愈速度还不错。另一边莫莉莉也赶紧过来分担一下压力。挽留快结束了，过来还能牵起来，差一点点，马上就能爬起来了。莫莉莉如果要救人的话，要面临一个4抓的可能性，所以还是及时回头止损了。因为救下来以后，这边门是没点过的，离另一个门太远了。对，在 Kasky 那边倒的时候 ，Kato 这边他是没意识到另一边艾维可能会把人放下来，然后一个2阶直接传过来的。是这波其实是有点太想去抢门了，所以给到点机会。最后这边莫莉莉99侵蚀度顺利逃出庄园。那这样的话，台球手，我觉得 PP 茶或者说菲纳鲁他们这样的一个下半场的 BP 做的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台球手的话也有自己，所以就来看一下这样一个选点。菲纳鲁可以说是天时地利都占了，就看接下来的一个个人操作、个人博弈了。对，打台球的话，往往你中场点个救人位也修不了前接。来进入对局，看一下 PP 茶这个位置就是要去杀 Paper Moon。Paper Moon 想要去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进到大房，那这样的话前期往大房跑图会浪费了自己的一个身位。但现在台球手都很少开局直接进入追节奏的，因为惯性虽然强，但也就是BB道具而已，很难拿到实体刀。对，所以你看 PP 茶这边也非常精啊，他把弓箭手逼到了一个离密码机很远的一个角落之后，再出来继续找人。然后这里是瞄准 Killer Boss， 那应该是起了杀心了。倒也不着急，感觉是时间差不多要去找园丁了。对，园丁在外面一直破 E 嘛，主要是他刚刚还在看角落，在确定园丁有没有在那里破 E。是。第一波惯性落点其实感觉不是很好，主要也是这边盾还差一点点就消。不过反正能回退园丁修的第一台密码机嘛。这个身位比较近，看一下应该是有刀了。直接过板。哇，平地给到一刀，那闪现才刚好。这一波的话，园丁实在是太难牵制了呀。对，主要是 Problems 他起6的点离密码机很近，而且也主动放弃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板区。看一下这个主球能不能咬到，直接抓到了，那闪现都不用交，直接闪下来，并且 Paper Moon 这边的密码机一定会被干扰到。来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地下室了，如果是地下室，可能真的有点要崩。哎，好再说，这不是地下室。如果说真地下室的话，感觉求生者全都得调动起来了。如果地下室的话，Paper Moon这里肯定会主动撒手过来 OB 一下的。这一波的话，击球点利用率也很高啊，还干扰到密码机。现在先不着急，把密码机封一下，然后另一边救人位已经上来给到压力。对，反正闪现还在手，园丁肯定是牵制不了的，所以说主球就没有那么至关重要了。是，换这边要做的就是尽量卡到极限去把人救下来。看一下这个位置，直接被打到一刀，救下来也没问题。给一刀，那这个位置可以考虑闪，不想闪想省也没问题。但是园丁有一个休盾的机会啊。看下一颗主球，主球打出，咬到了，那没办法了，还是得倒地。但是由于这边弓箭手被干扰，再加上守墓人要过来救援的一个情况下，求生者其实前期密码机破的不是很顺利，只点开了1台，然后脸上这台要再被干扰到。是的，就是密码机之间实在是牵连的太多了。看一下大房可能有个击球点，你还不敢修，对，换还不好修。哎，打到了脸上的一个封闭区域。也可能是想着 Killer Boss 把他丢远吧。
就来看一下这波，应该是选择要去打一下针对。如果针对打不到，就看看能在木偶师身上，哎，一个恐惧震慑，感觉皮皮闸对于木偶师的了解程度很深啊，他都算到了这个木偶路易结束的时间。对，主要是 Killer Boss 这边这个操作有点风险，他其实可以哪怕说自己的第一波路易结束了，第二波直接补上，然后直接去强扯，这样的话哪怕可能给到一刀也没关系，但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被皮皮茶洞悉到了。对啊，哪怕你摇个2段呢，感觉抓到机会了呀，凶者这边太贪了。那光是没救下来，没套上化险为夷，还正是直接秒续节奏。对，把自己也搭进去了呢。这局其实对于皮皮茶来讲，就比较大的一个尝试去争4的面了。甚至到现在，其实开局的闪现都还没交过。是，密码机也修得很少啊。来看一下主球要去封一下 Paper Moon 的破译。这边守墓人是补完状态之后过来进行救援的，到时候救完人之后自己状态还得掉，他得尽量去把脸上这台到时候42的一台机子给他补亮了啊，不然的话这局真的挺危险的。对，那皮皮茶这边可能也是猜到了，所以先去把42的机子封一下，想打这边的一个守墓人，打到了 Killer Boss， 但是也没关系，手里的闪现捏着 Killer Boss 肯定是没有牵制空间的，所以 Paper Moon 这边直接过来保一剑命中核心，再补上一根壁弩。对的。幽默赶紧保一保，但现在密码机差的不止1台啊，是2台，是，所以保再好，其实对密码机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对，一个飞轮规避刀很秀的操作，但是这个位置还得吃刀。好，直接蓄力刀。那这样，秘鲁现在感觉算是能够撑得住，但是节奏还是不容乐观。克勒 boss 这边没有尝试去压这边的一个台球手落地的一个时间点，他是直接跳过这个荡神，那相当于是直接突破了对手的一个保护。但是这剑，我的天呐，太帅了，熟练度好高啊！但是现在闪现还在手里，皮皮茶游刃有余啊！而且感觉又到了遗产旁边，换这台密码机感觉修不开了。再用主球去干扰一下密码机。现在差的真的比较多。 这机子修不了，另一边 Paper Moon 的位置肯定也没走远，所以皮皮茶现在不着急，他可以在这个位置游龙一下，去看一看2名求生者接下来的一个动向，并且等这一波再去封一下机子。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讲，就要看能不能去逃脱1名求生者了，但是感觉很难啊，主要也是因为这一局求生者密码机差的实在是太多了，很难去把这个机子给到压力。 道具的话，也只需要再逼一逼就能够去。哎呦，这位置还打断了。对，那这个位置加强腰可以看看能不能直接去击倒这边的换了。还有6秒钟的 CD， 感觉换这个位置很难撑过去，直接再倒地。一刀加速。另一边 Paper Moon 刚也是摸过机子，皮皮茶这个位置应该不会挂吧？对自己自信一点也是可以挂的。 毕竟也是1挂嘛，而且弓箭手也是半状态，皮皮茶手上也有闪，那还是求稳，想要4抓，把人放到中场，然后这个时候 Paper Moon 看一下会摸出什么道具啊，手里还有一根龙骨弓，这根龙骨弓给打出去才能用，是一瓶香水，不太看，真的不太好，这个运气稍稍的有点难受了，而且落地这个时候皮皮茶已经猜到你的位置，惯性能看到的人的位置，看到了，哎，晕在板子中间。 Paper Moon 这一把的弓箭手可以说是百发百中了，每一箭都能够命中核心，百步穿杨。刚刚那波在2楼的一个操作也是非常秀，但是无奈这个节奏确实是太难受了。飞轮规避刀这个位置惯性要结束了，那对于皮皮茶来讲可以交闪，还是想省。看一下这个位置主球能抓到吗？没抓到也没关系，把点封住了。 现在 Paper Moon 要绕一下，再来一个冲动，应该倒了。对的，一个冲动直接击倒。2名求生者现在要真的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拖到这个地窖了。地窖的位置也刷的还可以，在荡神区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牵制资源的。换这里是应该快能摇下来了，他选择爬到一个监管找不到的地方。 看一下皮皮茶这边能不能找到，而且对于皮皮茶来讲，他也得需要去各个地窖点上去逛一圈，确定再去找这边的换。对的，还是先拖着吧。换可能也只有在自己快倒地淘汰的之前几秒再
交割自愈，这样再去修密码机，皮皮叉就面临着打他，他就马上淘汰；不打他，他又能直接肆无忌惮修机的一个窘境。对，所以现在就看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中推力怎么样去操作了。但对于皮皮叉来说，现在密码机实在差的太多了，是，所以说完全无所谓。这个位置换肯定要直接起了，因为换下一波倒地淘汰进度条会非常极限，对皮皮叉来讲是比较难去处理 Paper Moon 的，而另一边 Paper Moon 可以去尽快的摸箱子以及往地窖方向靠，看能不能摸个针之类的。但这样的一个深点感觉还是不太够。我的天 ，Paper Moon 怎么在这样的一个角落摸道具啊？是不是有点太远了？哇，他离地窖太远了。对，这波队友淘汰以后，他还没到地窖点。但是好消息是，他摸了个护腕，手里的飞轮也就最后的26秒。爆点了，乌鸦这波一定要绕这个大模型，不能被主球抓到的情况下，躲掉这个闪现才能跳。有点困难，这个位置皮皮叉可以不着急，把他架死在这里，不管你有什么位移道具，都是不够去地窖的。只要主球能抓得到就有机会，看一下。让身位了，这波可以直接给护腕。对，一个护腕，主球来地窖能到里面去吗？主球抓到了。那这样的话，补上闪现。直接拿到4抓，在第一回合没有沟通，往往需要法罗去救援的时候，都是已经巨大劣势。对，为了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对吧？一个破亿位都要被逼到去救人的话，那节奏就可想而知非常差了。是的，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选择吧。求忍追人，大船是咒术。我觉得对于歌剧来讲，咒术战大船，其实也考虑要不要换一换其他的角色追一追。可以吧？唯一我觉得看一下，既然带了兴奋的话，前期抓咒术只要能找到人，就能够快速击倒，已经跟到脚印了。大船这个点位对于其他监管来讲是比较麻烦的，但是对于歌剧演员来讲是特别好的一个点位。哇，直接一个回速断隐月都要拿你这刀，咒术师也知道大空地交猴可能没办法去规避这一刀，所以选择求稳。就看一下接下来一个牵制了，第一刀开的还是非常快的。这里骗一下。窗台先交，感觉大船不能待了，板弹得转点了，选择是让这个楼梯去牵制，因为歌剧在这个楼梯是没办法引月的。是的，再进入到下一个板床交互区，把这里引月电断了。哇，他很细节，他能进板他不进，他先主动凑过去把这个引月断掉。是的，这个思路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话又拖到第二个小猴又出来，再电一波，这个位置没有第一前进板啊，还想撑一波，那这样的话就直接倒地，1分钟击倒，没有把技能逼出来。这种短板高墙，歌剧是可以捏这个回速去骗红光的，这把明显是骗到这个咒术师了。咒术没有防到这一点啊。那看看空军这波救援吧，我觉得空军不能救这一波，得要尽量让 Paper Moon 去把这个技能吃出来，再选择要不要让空军救，不然的话空军很危险。哦，直接猜到了，直接躲到了位置。是的。换，赶紧摇第2段表，保证自己不双倒。是，那看一下 Paper Moon 这个位置的牵制啊，还是有一定说法的。毕竟板床交互区其实没有浪费太多资源。一个回速，吼一下，吼，但是感觉还得吃刀。哎，没有飞轮啊，所以说弹射交了以后就只能，靠这个咒像去支撑了。是的，倒在角落，看一下凶者接下来一个想法。我觉得其实真不能救，要让空军救的话太危险，技能没探出来，有可能是兴奋的。那就看一下会不会在外面给一刀吧。如果给一刀再引月回去，兴奋顶枪，那就有可能救不下来。对 ，Problems 现在这个位置有点尴尬了，要去救人也不是，不救的话，感觉场上的信息，哈莎能吃到吗？如果看到2台机子在摇，他就直接杀出去。对他这波肯定是知道了，所以回头再看一眼没人救，就选择直接出去找空军。他刚刚视角没看大本，所以说他还是觉得有一个人不知道在哪儿，求稳了一下。但现在这波杀出来一个砸头，兴奋是不能亮的。因为兴奋交了以后，后面那杆枪也遭不住。对，想扭头直接去找 Killer Boss。Killer Boss 这个点位靠着逆技也还能再拖一段时间，主要就是手里这个兴奋，他想去捏着这个兴奋去骗空军，让空军以为其实自己手里是闪现。哎，看一下这个位置一个反走，香薰手杖操作的很好，让这边哈莎一度迷失了方向。但这个长板子已经下过了，如果留个影子去架点的话，这波回速应该大概率是有刀的。对的，而且克罗 boss 手里这个逆技消失，又一个砸头！我的天，板冲博弈非常好，前面这个回速不能翻。欧米尼求生人均博板怪啊！
博弈的确实非常棒，而且这个点位也还能牵制，说不定这边真的能牵制到密码机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边克勒鲍斯他的一个天赋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的，如果一直被针对的话，还是开门战有个风险在。对，所以他这波转大船有个交窗弹，看一下这个位置，他不能去交自己的飞轮，飞轮得省着，就当自己没带。拖出来自己匿迹了。对，哈莎这个位置有点着急，把自己的第一段隐跃给他失误掉了。但是好在说把这边克勒鲍斯位置堵出来了。Killer Boss 故意撞墙，感觉是在骗，让你以为我是香薰手杖，其实是被哈夏给猜到了。对，那这样的话，克勒鲍斯的第2次牵制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他续上了之前咒术可能没有用够的一个时间。机子已经压好了，这一波切传过来的话。那不着急 ，Plabons 拖一拖时间，吃一刀也没关系。到时候开门战手里有枪，能够去拖时间。可以亮啊，可以亮啊！他就在等另一边，可能要把人救下来。离一子近就行了，救下来以后自己还有一杆枪，多撑一会儿。监管者是开门战没有传送的，是一枪去拖出更多时间，另一边把人救下来。两名争者要直接看看能不能去抢门了。但是哈莎这个位置还有机会能够去打拉扯，看一下哈莎的想法。如果要闷头追，可能就要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平局。但如果说去大门还有机会，看一下哈莎的想法。他得先把空军处理掉，但是这样的话大门就可以点了。对 ，Plabons 这边也很聪明，就尽量去跟你拉开大门的一个距离，并且凶者需要注意到这里中场是稍微卡的一个人，但是这个隐跃又失误，这个点位对于哈莎来讲很难去处理人。地交在大门，对，这里 Plabons 还是回速击倒，那感觉这局就是平局了。对。这个传送其实如果不交的话，开门战大地图控门是有机会多抓的，但是他是觉得密码机应该不够。对，然后主要也是这边 Killer Boss 他藏天赋藏得很好，他的飞轮效应始终没有交出来过。如果说在前面的牵制当中他交飞轮，那哈莎绝对不会交这个传送，一定会死针对这边的一个法罗。对的。但正是这一波没有交飞轮，还牵制的如此长的时间，把密码机最后的2台都牵制够了，才逼的哈夏去交这个传送。是的，期的一个追击吧，似乎还是要携带个闪现去加强一下会好一点。因为你往往要多抓的局，一次击倒的一个用时不能用太久的一个时间。对，但是如果你观者。他这个思路也比较不错，主要也是要看一下求生者这边接下来的一个牵制思路了。在小船的气象感觉不太会追，得要去木屋尝试追击一下这边的一个弓箭手。来看一下进入对局。哦，是想去抓气象吗？感觉这个位置可能说都要压迫一下，要去找大船的人。一个回速，刷新了一下隐跃。他想去找船下的人。兵吗？看一下前面这个位置，应该不是真要追麦肯吧？直冲冲的来啊！麦肯也怀疑了一下，但是麦肯说：“你这不太像是骗我的呀。”对，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哇，很极限的一个互换。这波互换直接进入到小木屋里面去。提前刀也没拿到。对，那这样的话，下个互换又给到时间，又给到身位。麦肯牵制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板子玩不了了。那看来应该是 Pit Stopper 这边是想一想，这个阵容我不太确定这个化险为夷究竟会带几个，我先追一个，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但这把麦肯没赶上机会，只要这波不震慑的话，牵制时间还是能拖出来的。对，第一刀已经1分钟了，麦肯这个位置就尽量去往角落倒就可以了。直接闪吗？直接闪，但这波闪现有点着急，回速过来还好，身位可以能够拿到这一刀，不然的话这波闪现感觉就要出大问题。对，还能拖8秒。再一个慢翻，牵制最大化。外面确实是化险为夷不太够，但是佣兵的话，它可以说是自带化险为夷，它能用坚强撑8秒嘛。而且弓箭手保他的话，收益可太大了。是的。看一下 Pit Stopper 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手语思路是什么样的？魔力令就在脸上直接压着了。反正他也刚好带化险为夷要救援，所以说他被干扰的话是不用太担心的。对，然后下一波的话可能就考虑让佣兵往海边去倒，直接飞。被打断了，被打断。看这个身距应该还能救下来，但是有很大的双倒风险。看一下要真双倒，完全可以把这个双倒真出来。那这种麦肯没有办法去海边，只能往回头，要去小船的角落。然后也要看一下这边开头会不会过来去进行一个救援了。
起云的话还是有个前摇，很容易被打断的。那麦肯这里没道具，感觉也撑不出化险为夷多少时间。是的 ，Pitstopper 再补一刀，把这个2阶开出来，看一下卡头的位置卡在角落，下一波是要准备过来进行救援的。这边把状态补完，得赶紧去修密码机了。那这一把的话就很难去运营一个4人开门战了，因为佣兵这里已经是2挂，而且密码机的话还差的比较多。 所以接下来就看一下卡头的这波，他应该是感觉要被排出来了。Pitstopper 这个嗅觉好敏锐啊，对，打得很命凶，流命中核心，再补上秘弩，把撕裂值拉满。但是回速可以架住人，这里拿刀的话有可能救不下，有点极限。看一下前面这个位置，飞轮补距离，直接把人救下来，但是还是面临一个双倒问题。对他没时间去再把龙骨弓给补上了，还在 CD。 那这样的话，再倒地，麦肯这个位置也没有办法牵制特别多的时间。那边刚刚去摸上密码机，感觉这个时间不太够。这局对于 Pitstopper 来讲是有机会能够去拿到多抓的，是可以先挂弓箭手，反正佣兵能倒的一个位置比较有限。如果先挂佣兵的话，那弓箭手一定能交自愈的。对的。看一下这个位置，弓箭手交出自己的绝处逢生。 哎，对于 Pitstopper 来说，还是得摊啊！刚刚摊一下弓箭手，其实求生者就必须外面再调一个人过来对，救。现在传送落地，直接要去找这边刚刚交过自愈的卡头，看一下卡头这个位置能撑住吗？板子前面应该是还有的，但是一波直接头铁过板击倒，这个熟练度。 那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对于 Pitstopper 来讲，接下来只需要打针对，然后就有机会在开门战的时候，让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或者说一个没有自愈的人丧失行动能力。对于这局 Pitstopper 来讲，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争胜面的。他甚至有机会拦到莫莉莉。看一下莫莉莉这个位置卡得很死，但是耳鸣出来了，排一排，角落没有。 脚印，那这样的话就大概猜到莫莉琳的是位置。知道了，这里层云不能再被打断了。一个强攻，先顶一波，但是还是被架在这儿。可能想着有人要去偷，往中场走，看到这边的飞行家了。是，差的就是脸上这台啊，密码机差的太多了。如果不修脸上的话，那又差台整。修脸上的话，那这里 Pitstopper 肯定不会。 看着你修的，一定会给压迫。主要是脸上这台68太大了，这台一铲是求生者拉扯的一个关键。这波 Pitstopper 回速也没有回到影院里面，这一波其实感觉有点拖时间、拖节奏了。对，有点犹豫不决。对，让求生者无伤救，感觉求生者又有一个保平的机会了。 有点难受，现在的话，飞行家可以出去找机子新开，另一边状态应该是能够打起来。对，那这样就破局了呀，不会被监管者限制在这边半场了，可以去多修一台新的。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卡斗这里不能被快速击倒。对，卡斗这个位置正常牵制，另一边莫莉琳可以给双11的密码机压力，这样的话两边就能开始打拉扯，然后让另一边飞行家去尽快的去破译密码机。 Pitstopper 给的追击压迫很足，谁敢碰这台机子，谁离这台密码机近，我就来抓。一波强风交出来，但这样的话手里道具全部消耗干净，并且自己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是有危险的。那这里拿到一刀以后，莫莉莉也不想倒在遗产啊。但现在的其实外面已经兴起那台离遗产也挺多的。是 Pitstopper 不管，我知道你没有回光返照，我肯定就要去针对你。这个双11又怎样？一定要强追的。看一下这波博弈，莫莉琳能占到上风吗？回速直接回头，直接隔窗刀击倒。另一边密码机不够，看来这个位置得直接强亮。求生者这局得要考虑怎么样去逃脱一名求生者了，必须得亮。直接亮了，应该是直接亮了。对。 有悬停背包，卡茨基这里可以在木屋卡着，因为木屋他是有机会先把人救下来，再自己走的。是的，看一下 Pitstopper 这边的一个思路，要去传大门会有风险，但收益也是巨大的，毕竟大门的弓箭手没有自己的一个自起。看这波回速能骗到吗？卡茨基靠着板窗还在拖，那另一边门马上点开了，对 Pitstopper 来讲，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传。 就在这看着，就等一等，等自己的一个回速时间，然后去另一边把隐喻给上，把卡茨基的身位包住，就能够拿到3抓。对的，隐约断了，那这里留了个引子，逼他去翻板。对，但是没关系，手里的回速马上好，看一下这波回速，回速到脸上，哎呀，又输了。那这样的话，玄庭再拉开安全身距。
Pit Stopper 这波有点尴尬了。是莫莉莉这里一个弹射交出来，看一下莫莉琳这个位置，就是要在这个位置牵制，然后让分家尽量的去走门或者贴地窖，来得及吗？看一下这波必须得挂。 就看能不能猜到卡斯基的位置了，或者说求生者有没有排这个地窖点。是的，他在往海边走了，卡斯基能看到吗？能看到吗？这个位置好像看不到求生者的一个剪影，传送落地，弓箭手还补了一箭，卡斯基直接冲向地窖。那感觉这个胜局应该是够了，走地窖了。 那就是一个平局，是的，对于 Pistopper 来说错失好局啊。对，这局其实真的有机会能够拿到3抓，如果拿到3抓，翻回去一个5比3，虽前期的话也是能处理一下板子去，尽量拖击球点的。我觉得哪怕是咒术师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难牵制。这可不会被你的一个伤减给他去消耗密码机的进度啊。所以这局。 胜负感觉还真不好说，台球有高上限，求生者这边来进入对局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选点，冒险家前期的一个拉点空间可以说是非常广阔的，不管往哪个角落藏，都有队友的耳鸣去做掩护。现在 Molly 跟 Kato 已经达成了一个换位，现在往前面走，听到耳鸣是 Kato 的 ，Pit Stopper 也知道这个耳鸣可能很难判断出这边冒险家的位置，但还是想去排一下，尝试一下找。 但这个时候冒险家已经隔了10万8千里了。对，这里应该是边拉点边封一下机子。Pistopper 这边想了想，要去找一找这个冒险家，但是过来没听到耳鸣。其实再往前面走一点点距离，说不定这个耳鸣就起了。但是回头现在的话，只能强硬的去追 Kato 了，不然的话前期就没有什么追击节奏了。对。 直接选择去封一下中场密码机，还想再找，但这个时候魔力就在脸上，刚好在附近，能意识到吗？哇，麦肯短板博弈很稳定，对，怀表。另一边的话，冒险家已经蹲起来，那就没有办法再找到他了。蘑菇战术起到作用了，选择继续抓麦肯2段表也摇了，那现在就看一下第3段表要不要给机会。 哎，骗出来了！那这样惯性有机会在短板拿到吗？直接闪现开一刀。这个时候 Myken 手里的道具 CD 还是比较久的，所以 Pistopper 一定要利用这个的时间，看看能不能快速击倒。手里的击球点不太够，所以下一波主球时间也会被拖。他主球直接预判翻窗了，但 Myken 走了另一个地方。这个位置如果能进板再博弈一波的话是有机会，但是抽惯性加惯性直接击倒了。是的，冲动神力啊，说是。 这样1分50秒击倒，对于 Pistopper 来讲，只能说可以接受，但不是最好、最想看到的那样。莫妮前期也一直就是担惊受怕，觉得 Pistopper 要来找他，所以说没怎么敢去破译。现在才挖宝挖了40，这一局的话密码机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冒险家相当于挖到多少就修了多少，他不会有任何的回退，所以这局其实对于全场来讲也是有机会能够去操作的。看一下这波。 手里有主球，要不要去超靠这波主球打手椅？没有想直接出一刀，再被扣一波火球，跟 Myken 的身位拉得比较远，能够安全进到小木屋。看一下这波主球怎么交，封住交互点。另一边预判拉是拉到4合去了吧？他想去4合院抓人，想把4合院可能要去破译密码机的人抓回来，锁一下密码机。看一下这个位置还有。 段能摇到吗？直接开宝了，对，咒术直接过来了。他走过来，在麦肯没有道具的情况下保一下这个上过挂的队友，是想看刀摊一刀咒术，但咒术没出来。这个位置手里击球点不太够，但是应该是能打击到。咒术在旁边看一下这波隔墙的 OB 了。2阶加速退宽的一个后摇。 还是比较能够拿刀的。那这里卡斗隔墙 OB 只劈了1层后不够啊，还有1层啊。一个主球封住交互点，但是还是能垫下来，这个位置还是没问题。但是主球要到，再拖更多的时间。现在这波咒术师过来已经拖了20秒，密码机差不多是能够到最后1台。在第3层这个猿猴咒像
拖不出来，只能说先救一波以后再保了。对，倒是不着急，因为现在外面冒险家可以去带着最后一台走，所以现在密码机差的真的不算很多。最后半台密码机看一下凶手这边的拉扯，是有机会能够打4人开门战的。就差这个外面修一台，然后输液49能补上。对，而大副的话，你抓他，他就是比较能做。哎，这一波主球好像拦得下来，来得及吗？来得及吗？哎呀，没抓到咒术师，但是这大副是抓到了。得果断一点，闪现要用来处理咒术师，不然咒术师再拖时间的话，那就直接签吗？还是波交互电。另一边已经摸出来输液了，密码机很多，直接点亮进入4人开门战。而且卡斗这里吼一下 Peter Serber 的一个想封密码机的想法也给他打断了。是，哎呀，那这样的话手里的击球点也不太够，可能说击倒了大副之后，另一边门他管不住了。但是他的一个视角是在看卡斗，卡斗的话在大门是没点的。是 Peter Serber 还想争，他觉得大门可能有人点门，但是这个耳鸣其实是把他骗到了。等这波要回头，另一边的门已经点开。地窖的话是在木屋，所以卡斗可能还得绕个大圈。现在 Peter Serber 手里的击球点真的不太够，差的好多啊。对，现在手上击球点只有1个，一会儿攒一会儿才有2个，是到不了小门的。是。就看一下卡斗这里什么时候会爆木鸦了，队友不走的话，冒木鸦会冒得比较晚。哎，这个方向很对，说不定真的能找到。往前面走，耳鸣起来了，能意识到吗？现在就看地窖点，左边耳鸣还在，突然消失，那这个人就一定在后面，但是手里击球点还差，他只能去排大房方向。他没往角门走啊，那周术师已经溜过去了。对的，他以为人在大门里面，那这样的话，那卡斗可以走小门了。是的，就完成了一波3跑，那也意味着接下来其实就一件事情，哈莎想告诉我们的选手们，我们就靠正常的自己的一个实力说话。我相信我的杂货商一定是能够发挥出他应有的水平的。没错。就来期待一下吧。这一局可以选择的很多，对吧？前期先攒充能，其实4个人他都可以追。来看一下，开局直接去找飞行家，因为哈夏也大概能猜到你这个选点、这个角色、这个阵容，你飞行家很难不带花钱唯一。对，所以说一定是要花钱唯一的。追你，要么是没有牵制天赋，要么有就是没有回光返照。那到时候针对你留一个也没问题。所以哈夏这个选择很明智。来看一下这一波，逼道具了。对的，那前面开个门，马上有一个博弈藤蔓的机会，不着急。碎石加点，看一下这个位置，藤蔓直接交出来，一波极限的拐头，反走被炸到了，还拿一刀，一炸一刀非常快。换这边想的是通过自己的一个卡位去躲过这波藤蔓，但是，我的天哪，他下的一个藤蔓理解太高了，利用模型挡了一个直角回来，他这个理解真的很高啊。那只能自己抠一下队友过来，毕竟确实没有牵制天赋，而现在状态也不太好了。一个大西打断了开门，哇，好关键！那移形想补距离，先看到人的具体位置再补，那只能玩这个小短板了。不着急，蝇头小利前面可以直接给压力开个门，然后去看看能碎石击倒。交出来哦，但是这一波好像有点歪歪扭扭的，3连喷没喷到很直线。对，没第一时间进板，那这个位置还得再去让人保一保，不然的话这个倒地时间还是比较早。Killer Boss 也是没摸到枪啊，所以他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队友倒在自己机子附近。对，主要是还没到 Killer Boss 去发挥的时候，他现在要做就是尽快的去破译更多的密码机。这里感觉要被逼救了，一炸一刀，可能这个时候不救还有风险，对，哈莎想让他救不下来，看一下炸到了直接击倒，脸上有娃娃卡尔明，但是救不下来，肯定过半，来不及了呀。对的，这一局对于哈莎来讲，已经不是能不能留一个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去争多抓的问题了。没办法呀，只有全员出动过来救。因为哈夏还吸了一个重金之托，也就是说他可以牵着来打气球刀。是的，赶紧爬远，不给他气球刀机会，尽量卡一下血线。这一波怎么样去保一个没道具、没有牵制天赋的
换的飞行家活呢？对，得要换的是非常完美的救下来扛一刀，然后勘探员还得过来保才行。但这样的话，感觉密码机会掉的非常多。来看一下，幻灯师给了一波进入投影，想要去直接卡极限把人救下来，但是哇，一炮3响炸了3个。对的，这波根本不跟你去讲道理啊！一个碎石交互，再命中，求生者这边也没什么说法，手里还有自己的重金之托，看一下要不要趁着这个重金之托，看能不能去拿到更多的节奏。磁铁没好啊，对，要来保是有风险的。但是又不能不保，身距拉得太远。看一下前面这个位置，勘探员他走了，很极限一个磁铁，也没办法来保了。对的，那这样的话，随着飞行家的淘汰，已经可以宣告菲诺鲁这边获得比赛的胜利。但接下来就看一下有没有净胜的一个说法了。是的，对吧？那也给一刀，勘探员只有一块磁铁，还有双弹飞轮，看一下能不能操作出来。看一下这块磁铁。换抓，对，很聪明，他知道外面克了 boss 直接在摸道具，而且手里也没有牵制的道具。看一下这个位置，骗一波，直接碎石命中，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要秒，很极限。这个位置一直在骗，走位再炸到！我的天，哈莎的碎石怎么这么准啊？一门双至尊，都是杂货商绝活。再挂进地下室，这一局哈莎起步是一个3抓了。地下室梅花姐唯一根本出不来，何况现在密码机还差那么多。是的，真的很难去给到欧米尼去把这样的一个平局给他保住的机会啊。甚至这把哈夏还是带了底牌的。是的，再加上你要是这波不救，到时候哈莎手里充能带的很多，直接去找你下一个，到时候又溜不动。压力真的非常大，球者想要去靠这边幻灯师的一个进入投影去修更多的密码机，让监管者拿不到这个密码机的信息。对的，但是现在哈夏也知道你密码机快了，没来救，没耳鸣，所以说直接杀出来去排人的位置。是的 ，Plums 这个位置一波投影直接过来，他想去尽量看看能不能卡一个很角落的位置打拉扯。已经被发现了，这里藤蔓咬到的话，碎石可以直接秒的。对，有点极限，咬到了吗？到另一边。那现在看一下，这个身位还是很极限，也要小心这个碎石不能再吃了。直接封住，那地下室的人已经撑不住了，对的，看一下又是经典，终于是扭掉一波。要不要先管机子？对的，下面人已经飞掉了。对他还是想下去看一眼，有点像是对队友的留恋，说是。哎，有点卡住自己了。但是没关系，这个点位也卡住了，也架住了。看一下重金之托，抽刀不着急，第二波抽刀直接击倒，另一边门还没贴上，哈莎手里还有底牌，还有移形，感觉这局有机会能争4。看一看哈莎怎么想，直接传，落地，应该是可以救人的，他刚好就在这条路径的中间。是的，这里有耳鸣，这个耳鸣是娃娃的。幸运儿还在去卡这个耳鸣，这个娃娃很有作用。是哈夏排不到，发现人被救下来了，那也猜到大门有个娃，这时候只要往小门赶，发现人把他击倒，至少保底是个3抓。对的，就看这局欧米的求生者能不能去逃脱1名求生者了。门是完全没碰的呀，所以说这里虽然地胶就在脸上，但是拖的时间要很久。对，甚至还想点小门，发现 Paper 木木了，哇，直接咬到了，但是我碎石直接击倒，我的天，这个熟练度太夸张。虽然身上有磁铁，藤蔓咬中以后刀是来不及出，因为出刀有前摇，但是哈夏的一个碎石这把就感觉是100发100中啊。对，而且哈莎他这个碎石交的非常聪明，他知道这个磁铁可能会把勘探员弹开，所以他的碎石丢在了勘探员脚下。这个精准度，这样的意识可以说是真的非常的夸张了。那另一边也已经把门点开，随着1名求者逃脱庄严，也需要恭喜菲诺鲁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菲诺鲁有机会能够冲击 C 组的小组第1，就要看18号他们对阵朱雀的那场比赛了。对。
还是别追木偶了。木偶的话，怎么样消耗状态呢？还是等他来救人的时候最好消耗状态了。对的，因为路易在椅子前的持续时间是非常短的，我可以非常轻易的就逼你一到2个路易，这样的话你后期就一个半状态。按角色针对上还是下木偶师，然后准备去追弓箭手了。弓箭手这个点位其实不算特别好溜啊，贴近地图边缘，有一个单向龙的可能性。同时的话呢，我的转点也是比较受限制的，我的左右两侧离。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大联盟的方向走一走，但是应该不会去追木偶师吧？但他这个意思好像不太对啊！哦，还是没有，就想骗一下龙子骗一下啊。是，万一要是能骗出来一次变身的话，那我确实可以追一追你。果冻那边密码机封了，直接来海边去修了。因为船下没有刷密码机啊，那果冻这个点位好危险啊。对，看能不能藏猪呢？现在耳鸣出了，其实也能感觉出来你就是在海边附近的。露出来身影了。看一下，白拿一刀吗？在这个地方有非常大的一个交喷气背包的空间啊。是的，这先防把围龙直接拆掉。哇，那这样的话，一个笼子拿到半刀，小果冻这边溜的还是不错的。但愿力值这边还是能补上第2个围龙的。冷却技能冷却期直接被拿到了第2刀，但是现在跛脚羊的愿力还够释放笼子，但是飞轮以及喷气背包冷却都好了。江秋这个跛脚羊在这一局现在前半段吧，直接交闪，他很沉稳，你发现没有？很果断。就你一些围龙，他把你的板区直接架住，甚至一些点位吧，并没有给到这些飞行家能操作的位置。是的，因为在海边这个点确实也是湖景村众多的死亡点之一啊。是的，直接摇出怀表，防止自己被逼救。小明这边非常的悠闲啊，摇完表之后还修一下密码机。是，反正这时间我是不可能浪费的。第2段表没有摇到，被江秋拉开了身距，然后想后撤跃龙骗第3段表，但是小明手里第3段表捏得很稳，摇到了，但是也是被打出来了。没错，那现在飞行家就只需要带走就行了。是的，果冻这一波交喷气背包，交喷气背包还是想牵制一下，但是你这样的牵制我感觉牵制不了啊。大喷落地一交，好像猴子，哎呦，补上这一刀了。差点，感觉这个情况有点不太妙啊！我甚至觉得这种阶段还不如直接带走，对吧？因为你在这里的，你牵制了半天，你还是干扰到这边海侧密码机，他还不敢修了。对。但小明这边不想浪费自己太多时间，因为他知道，如果说是自己跑的话，将会要跑了很久。第2波的话呢，由大联盟过来救一下，带一个纯化险为夷的木偶师，想多探点密码机，但这样也会给到江秋一点机会，能抓到吗？没能抓到。但是把这围龙拆掉，把笼子拆掉，然后帮助小明分担了一些压力。弓箭手现在已经是去往大船铺一台新的密码机，感觉弓箭手要稍微 OB 一下。未来要是不 OB 的话，这个局密码机不太够。先看小果冻这边还能不能有一个3-6，手上只有个喷气背包加个飞轮了。这个笼子感觉甚至憋不出来这个背包啊！这个围龙是不是要废掉了？哎，补个围龙。一直在骗。小果冻这个第3个背包用的非常好啊，但是这个笼子装完之后交飞轮，飞轮，哇哦，这相当于是一个背包加一个飞轮废掉了一个笼子，但是上一个笼子的话是纯凭走位给废掉了。但现在没有人能过来帮啊！小明现在想过来帮忙，但是没能钻进围龙中间。是的，那这样的话，小天也不用上班了，看这个意思，直接就在大船修密码机好了，直接破1了。因为果冻其实是一个人溜出来了，他就是 OB 的时间，对吧？把自己的1-6去弥补了一下。对，确实。每一次溜都能留一个背包，还是对，但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落地刀，小天这边怎么给了这么大的一个机会啊？看后面能不能补一下。这里一旦要是能完成击倒，就是压势了。秘弩过来，能击倒吗？再补一个龙骨弓，还行。也是被眩晕，双方在博弈。先钻出来吧，这样离地下室远一点。愿力值现在是不太能续得上。对，看一下密码机，一边走一边看密码机。发现大船有人在补了，但是密码机实在太多了，已经是85了。但也得管，因为要不然的话拖不出来我的传送了。对。过来，吃一刀，394，强行破译，96、97，我感觉差一点呢，来得及出这一刀啊。但是他已经切过技能了，其实也不用太担心。是啊，小明的话，其实刚才摇表强量好像也是可以的，因为密码机能压好。但是的话，他还是选择节约一下。但是这样的话，其实给了江秋一个拖传送的时间，而且自己可能要倒到地下室了。现在还得换人，直接挂在地下室里来。对。
其实我在想，是不是直接摇表强开好一点，然后让外置位队友去压机？是的，因为当时他的传送并没有好，你这边贴的密码机的，我可以快速贴门。对你现在的话，需要有人去补一下大船，然后这边还拦到来救人的大柠檬。哦，给到一刀，不过好在是交出了路易。是的，幸亏是变出了热身，但是你在这个位置还能来得及去2楼吗？这里吃了伤害吃的太多了。是的，不过好在笼子是掉了。 现在手里也没有什么愿力，直接传过去，传回去，直接手乙不太好救了，因为你这时候就算要救的话，肯定会有一个人在地下室就要被倒地，所以他想要优先想把这个密码机给亮掉，能亮掉吗？想依靠回光返照强行亮掉。哎呦，有伏笔了呀，这样子。哎呀，这样大传密码机现在谁也破不了。刚刚就是大联盟修他自己的，然后。 小明摇表强亮，这不是3人开门战了吗？还是少了那一点了。当时那个怀表要能摇出来的话，大船一定是能亮。但你现在，你这木偶师就算是强亮，想借一个回光返照再去救这个人，都没这个说法了嘛？因为现在都已经打成这个阶段了。是的。过来打回手一下2名。这个江秋的话是必须得挂的啊，因为如果不挂这个人的话，外密码机有可能要点亮，会更麻烦。 所以就看现在排人的嗅觉准不准，然后先去看一下地窖点的位置。是的，大门方向没看见啊，那就是海边2个点。那他其实也能确定你这个求生者是在哪个方向了。哎，小天好像直接在中场出现，因为他想去海边地窖，对，因为他刚刚已经是盘了1圈了啊，盘到双11，走不了啊，这个点不好走，是一刀骗飞轮，飞轮是骗出来，但是距离太远。 但是愿力也不太够了，没关系，撑过去这一波吗？啊，比较可惜。出了这一刀也是完成了一波4抓。那这样的话，不过古董商这个角色吧，选出来就是有风险有收益，是对吧？你像刚才咱们说魔术师这个角色，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性的，对，只要按出来的话，在跛脚羊的这个牢笼里，基本上是很难吃到刀的。在你隐身期间，进行加更多的进度了。是的。 但看你就能不能撑得住，因为他现在其实脸上2个人都不是很愿意去追啊。是的。古董商这个位置，你一旦要打个机关枪，围龙给你硬拆，你也没什么办法。对，确实棒。好，进入到游戏画面，上来先去中场把这个木偶师赶一赶，然后直接左侧一转，就肯定是抓这个古董商了。对，找皮皮虾，毕竟带了一手兴奋啊，其他人的话可能也用不太上这个技能。 你像是这种直奔而来的，其实古董商应该也就能猜出来你就是个兴奋了。不过这一局密码机会很快啊，因为封锁的密码机一开始就没有人在那儿，也就是大船这个位置。想往回钻，这个地方笼子放的离求生者太远了，而离自己太远，但是没影响人家拿刀。是的，有研究过啊。那这个放的围龙就是很成功，很成功，非常成功。想再放围龙，但你现在机关枪其实就没什么用了，因为他现在兴奋好了。没错。你打了我就接兴奋。是的。 云门加个点4，很聪明，其实能进点。对，但接下来这位置能不能等到兴奋呢？刚好飞轮躲一刀，想回头打一个扫视或者说是抡式，能不能来得及？双方互相在博弈，刀空了，当然来得及。打到了，皮皮虾还是扛住了一波压力，但是还有1秒，时间够不够？够下板，来得及。哇，那这一波艰难的时期度过去了。哇，皮皮虾打法太聪明，我知道你是个兴奋，那我就先给你点刺，给你造成个减速。我不求打到墙体，那这个减速也是完全足够，他能进到那边的板区。对。哎，那这波这个点刺就是有点没办法了，没办法，就是能拖则拖啊确实没有什么墙体能去帮他。对，其实无论是扫视还是抡式的话呢，他都是没有办法打到左右两侧的墙体的。对。 那现在他的牵制其实面对有兴奋的监管者，他的牵制已经是很好了啊。不过气象学家吃了一个通缉啊，这个点有点难救，能多卡一段时间吗？哎，强风，不行，这个笼子。等等，这个位置要是吃到的话，还能来得及救吗？因为他现在愿力值已经是30了。有点救不了。不太好救，你换人。某时现在过来，我怎么觉得人可能要过半啊？应该是100%过半的。 这样就太险了，而且的话，这一波救援也是不一定好救吧？对，这个木偶师要掉多少的状态才可以啊？再放一个龙，而且接近椅子的路易马上不能被极限打出来那一半的状态哦。有点险，有点险。哎呦，但是还是救下来了，压满救下来，差2整台。看一下皮皮虾还有没有一个再逼一个兴奋的说法？是的，另外一侧气象学家已经选择用一个暖雨给自己回状态了。 如果说是能再逼个兴奋，他就无法就是说利用自己的底牌形成传送去找大船的节奏。
打，点刺点过来再追，这个笼子可能要废。有后跃，哦，跃龙过来很准，再次打到。皮皮虾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待了很久，他没有选择继续去走，或者说怎么样，他就在这个地方待着。然后宠爱正好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跃龙，莫现在是不能破译密码机，因为他现在敢破译，监控者肯定是知道。那大船那边位置他一直在破译，守门人肯定是没有离开的。你气象这边是把自己的云吧，其实现在你招出来之后，你其实是没有碰密码机，外边唯一再一碰的话，那只有你莫沃什了。是的，外面的话大船枯草在给压力，然后18的话在躲，宠爱现在就是想找到18的一个位置，但18那个位置连密码机都没有，确实很难排，想拿他去节奏。对，另外一侧小白已经在修最后一台了，而且船上的密码机没有人管。如果说18被找到，位置找到了，但是找到的话，这个点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大船的守墓人是能亮密码机来救的。所以18倒在这个点好像也无所谓，还能逼底牌。这里击倒之后，看要不要挂，挂了直接不挂船了，抢船，直接传了，抓小白。小白其实过来依旧肯定是带恶化显位移，宠爱这边也是猜出来了。没错，一个强风，但这个笼子有点难以去废掉。飞轮是用过的，啊，没有压到。想往角落打，他们想打的是双11角落和苞米地最后2台。哇，非常果断，一刀带走。那这样打下去，其实监控者就能手握一个4抓的机会了。这边也放弃去被摸起来啊，直接自愈，选择修角落密码机。宠爱这边挂在中间，然后守住2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的这一局求生者。莫偶什现在敢破译，他就直接换抓，直接找你。对，先挂上黄昏之椅再说。对，枯草的话要给非常大的压力，因为18马上可能要扛压了。是的，18只要这一次倒了的话，他没有自愈是非常难打的这一局。宠爱现在要是手椅，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收益，因为你这个化险为夷肯定是要套出来的。化险为夷是必套出来的。想摊一下守门人吗？摊到了。想给守门人打个状态。对，但是这样的话，双方都大家都跑开了。这边一个光跃没有笼子啊，我感觉是失误了。他刚刚其实是想一波后跃加围笼的。对的。看小白这波能废掉这个笼子吗？感觉有点费劲了。飞轮补一下距离，但前面又立刻套了一个笼子，再追这个地方极限刀气打到了。是的，拿到这一刀，守门人现在只能去破译吧，然后让木偶师过来救。他如果挂木偶师脸上的话，也只能木偶师救一波了。是的。然后守门人另外一侧的话，赶紧去修一下木屋。想放下来，放了，再管击下18，再摊个状态。看能不能逼一段路易出来。直接拆笼，算了，回来自己拆。再拆一个笼子。是。那你现在如果再破译，我就一个围笼骑士过来击倒你，你就没有一个绝处逢生，对吧？没有自愈了，枯草给非常大的压力。这样的话，我直接管18。哎，这刀没打到。打到。但是这波人没有击到了守墓人。是的。木偶师来救不了，他现在这个状态也是很残，我不需要围笼也是能将你击倒的。没错。超距博弈直接是一个打了隔窗刀。宠爱还了一个4抓。哇，双方这建功者状态很拉满啊！没错，在第1局手上还是有一些说法的，而且他在大地图的话，如果密码机够的情况下，可以执行一波2救，对吧？我在半状态救人，这个是佣兵先抢可能一个想法，对吧？一个可贵之处，对吧？相比于野人和大副，那比大副的话呢，赶路骗到监管者了应该是。是的，他会不会觉得起点是一个什么调香师或者冰幻一类的角色？他会觉得调香放在起点应该会让求生者觉得更稳，或者说心里更踏实。结果把调香放。进入比赛画面啊，那这一局的话，干扰的密码机可能就跟救人位没什么关系了。佣兵可以放心大胆的修。其实可能会解决一个面对台球手求生者这边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救人位的密码机会永远都亮不了。是的，这里并没有想要抓弓箭手，反正你这边朝向嘛，你去找的这边狮子机密码机也是被封的，所以我可以过来找一找变换的机会。对，找变换。变换这边的话呢，在木马方向与监管者隔着木马对望。是的，下来逼一下第一个钩索，直接往连板一窗方向走。第一个惯性肯定是拿不到刀的，正常下板就好了。可能要再上一波车才可以。是，等一下看看下一波击球点怎么去放了。不过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确实前期没怎么干扰到密码机。没错，属于是一个硬追。我这边一个僵直想抽一刀，但是没有抽到。18再交一个钩索出去。这2个勾交的点，其实会让他现在就马上吃个闪现。对的。前面的话，其实看 CD
还好，应该是可以先交钩，然后再吃闪，或者说吃完闪之后再用钩躲这个主球，是看他想怎么去溜。那这样的话可能要先吃闪了。闪直接 A 闪过来，非常的果断啊！18这边也就是抬手骗一下而已啊。对，接下来就小心这个主球了。好，还好这个钩子交出来的，差点被中间直接打断。但是前面的话没有任何的手段躲主球了啊，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倒了。是的，交出一个弹射，但是弹射不足以去逼出主球。对，进不到板区，2枚一双的板子刚刚都已经自己玩光了。对，不过他刚才主球已经是交过了啊，那这样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快速的击倒，而且回退的密码机呢还是桥上的那台。救人位的密码机虽然能亮，但是总有位置的密码机是亮不了的。是的，旋转木马的密码机，看看他等一下要不要放个急救点把它控一控。但他现在估计也不是敢去用，因为你一旦要救下椅子之后，你这个主球啊，或者说自己的急救点过于少，那到时候追击可能还会被对面再牵制一层。对。放香水，双方博弈，直接扯，哇！这一波无伤救，可以。这按理说可能会回香再直接扯，对吧？但是小白这边直接打了一个反心理，就很大胆啊。对。18往狮子龙的角落去，然后这边主球瞄准一下双窗的密码机，让铁阳石这边直接是放香水出主球吗？但是回得去，哦，没有抓，没有抓，那还行。他其实就是等主球生成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放香水硬吃就好了因为如果你是秒吃的话，你是来不及回香水的。但是你如果等主球生成一段时间，你进去放香水，立刻进去，然后看宠爱有没有动作。但是再补了一个主球，还要故技重施吗？就想干扰他的密码机。这里其实觉得就没必要去吃了，留一瓶香水吧，因为后面自己还要溜呢。这下来后没必要去帮忙扛，让18自己就是说拖着这个化险为夷倒远一点。没错。正常下板，然后再蹭一个板弹吗？没有，直接逼一波上车，是帮队友去多浪费一些击球点，直接落地，前面窗弹这个地方的话，不管早翻晚翻吧，反正都是翻不过去的。对，刚才窗前愣了一下，可能觉得宠爱会觉得他有飞轮什么的。刚刚可能是想借个窗台，想倒得更远一点。对，就是等这个吃完刀，然后我再蹭一个窗弹加速，离你的身距更远一些。对，那这里再挂上狂人之椅，出去找一找自己的下手节奏。佣兵现在是不能轻易出现的，因为你现在这个半状态，一旦利用个击球点就可以去逼他的护腕了。所以说现在佣兵就得藏。对，但是成都机器这一局运营的还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密码机的话是终点2台，起点1台。这样给宠爱就是赶路的话会非常的困难。调香师的这个香水给用了，那看看他的这个香水，既然用了，就地肯定要摸这个箱子，因为他现在是没有带火光反照，他都不能出现。小白这边一箭穿，不是，习惯了。皮皮虾这边一箭穿心往那个逼了一下道具。是的，可以。还好道具现在也比较多，他还有2个龙骨弓。佣兵现在还一样的不能出现佣兵现在跟小白2个人现在是不能出来扛这个压力的，因为一个是没有带火光反照的，另外一个现在是半状态。我感觉这个假抢妖可能要直接结束了。是的最后1秒出不出来都得下车了这一波是。他找不到这2个人，那还不如直接去抓一下皮皮虾，先把道具逼光。对，这个道具要是能逼光的话，直接吸进来了。确实，弓箭手瞄准的时候都没有后视镜，你知道吧？也不太好办，因为他这个主球确实把这边后路直接给堵死了。对，就硬吃就完事儿了。对，反正我就算一箭穿心了，我还是只能往你脸上走。这2个人的密码机都被锁了。控场还是成本比较高的。宠爱这边，哎呀。方向选错了，导致多用一个击球点不过这个闭合领域快结束了，也可以顺便封一下密码机。是倒是没有说浪费击球点。又到了狮子龙。这边小白已经爆乌鸦了。是的。然后枯草那边摸到了针还是挺欧的。那现在打到他，等等，这个闪现交的有点急了，这个护腕交的有点急了。你们双方真是你来我往好，这边一个主球，就当做是闪现预判到了这个护腕了对，就闪开一刀嘛，正常闪开一刀。
但宠爱这边并没有想着朝着小白这边下手，因为他现在如果说是朝他下手的话，就是一个3抓面以上的这种节奏啊。但他现在想要打的再多一点，想让自己的节奏能有个4抓面。对，因为小白的话没有国王反照啊，基本上是有机会去3抓的。他应该看出来了吧？看出来就是说铁奥相师这边是没有携带国王反照的点。双弹这个点其实如果你没有去依靠一个窗区啊，或者说板区，其实监管者不太好猜。是。好像这个点我见过，又吸到了，哎，那完成击倒。哎，皮皮虾为什么特别喜欢往这种狭窄的地方走？你知道吧？就是台球手就很喜欢这种地方。对，就是躲在地图的边缘，正好让这个墙和地图边缘以及主球给夹死了啊。是。没事儿，这边起了一波挂羽节奏，但是还好皮皮虾它是有回光返照的，然后枯草这波过来正常救援，到时候打回光返照的话。大家都有享受到的机会啊，但是宠爱也发现了这一点，我还得接着控啊，我只是给你刷一波挂。他肯定是不守的，他现在想要以小白这边的点去抓，那在这里其实应该也就能猜到了，小白是没有带红反照了。哎，没错，找到小白了，小白这个点已经准备好要倒了，倒最角落啊，这回挂上他可就有多抓面了。是，闪现现在还有45秒，开门战肯定是有的。想挂地下室，哎，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皮皮虾离大门太近了。对，好像就算是救下来，然后秒击倒也不一定好多抓。佣兵手里只要把护腕省住，对吧？很难多抓的。而且他很容易就是说保持个满状态再开门战。对，这里吃一刀直接出去，救了，然后佣兵走佣兵的就完事儿了呗。佣兵不管了，把主球直接硬吃，哎，又回来了啊！像时光倒流一样，有点像多玛姆，我是来谈条件的。打个护腕，好，那直接亮了。你看皮皮虾那边第一时间能贴门，小白这边无论怎么倒，门好像都不好管了。来，再倒角落。想去起点，貌似还来得及。但是佣兵在终点很神秘的一个角落卡着，在3站，来得及吗？现在还有12秒。走吧，直接上楼。9秒。哇，第一次看到月亮河的地下。6、5、哎4，佣兵是不是还有个机会？2、1，可以落地。主球一剑有吗？哇，这个闪现跟刀，太帅了！门开了，但是人没走了。你进不去呀！这里其实他也不担心，这个撕裂值可不能让他咬下来。哎，对，要控制一下这个撕裂值。还好98是。好。啊，枯草过来能走这边门，小白点那边门好像还是要平啊。他现在得逼一下佣兵，哎，他就有可能打佣兵一个打 A 晕 A， 然后他现在主球其实快要好了，对，你发现没有？一旦这里要是能拿到一刀，拿到了，哇，打断了，主球现在还能封门，继续跟上。佣兵现在不太好走，除非这个护腕能直接弹出去，吸到了，弹到主球里了。这一刀再跟上，完成了3抓呀！我的天哪！神奇的表现，宠爱！哇，他现在这个台球手在最后这一幕2次拦截吧，算是2次门口捞人。是的。哇，枯草这一波2个护腕，第一个护腕是被平 A 打断，第二手里还攥着5个8个的，我说实话太恐怖了。是的，这一段时间他的这个进步就太明显了，对吧？他这是一大步的往上走，是吧？跑起来了要。那是跑吗？感觉是跳了，撑杆跳，没那么不稳。好，来看一下这把，未来的话还有 GR。现在的话就是打了2局割卷员，然后跛脚羊现在台球手也来了，但是台球手打这个阵容，尤其是你现在选点离这个杂剑员和，好，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先往大柠檬他方向走啊，但大柠檬的话也不是很怕，而且他在牵制的时候还可以给队友的外置位放这个静物投影，是，他只要带的是个双弹，其实他就不怕。在2楼啊，去玩窗了，藏自己的红光，但是已经提前下去了，是。幻灯师这一局的话呢是双弹射加化险为夷，上来直接开追吗？我觉得这个打法还是比较少见的啊。想直接破，但你现在闪现还有26秒、哎，落错方向了，这样的话板台能用出来啊。是，这板区其实就能牵制到外边密码机有个2台多了呀。这个落点。
感觉离求生者是不是稍微有一点远啊？剩下还有10秒，同样还是拿不到刀，这板子太长了，想尝主要试抽刀。是幻灯师有个点就在于，我可以接受你闪开，因为我不怕你的主球啊。他起点灭马机封到了吗？闪现开刀。我怎么感觉他放的这个击球点路径好像没有封到起点灭马机？二战那个位置好像确实。 对吧？啊，哎，不过这边主球收进去了，但是这个人物投影按出来了，是的，所以还在往远拉点，完全不受你主球的影响。没错，那起点密码球我刚刚看一下，这个路径确实没封到，确实没封到。小天这边还修得非常的起劲。哇，那这样牵制下去的话就是3台了，3台整，又进入到板区，刚刚板区没有踩，还能玩。上来跳过来，然后这边虽然没有板弹了，但是还是正常能溜。 再给我主球拉一下，这拉歪了，但是恐惧震慑了。是的，没能翻得过去，但也同样是3台密码机。相当于就是前期一点都没干扰到。对，而且闪现好了，50秒才击倒。没错，游民现在也已经过来。幻灯师是没有带火光反照，所以他们现在的局面虽说密码机是有机会能够的，但他们也只能去奔着一个平面先去打啊，因为他没有带，很容易被监管者针对。 不过也有这个咒术师在嘛？是啊，这次是封到了鬼屋的密码机嘛？哎，没闭合吗？哦，击球点想节约一下，这个是什么新的打法吗？鬼屋这边是个咒术，看要不要换人来。现在密码机还是要先破译，收回去了，离形状态，一直在骗。哎，这个蓄力刀。 不过还是没反应过来。是的，那也算是活出了化险为夷啊。鬼屋密码机是封锁到了，再加一个主球，暂时修不动啊。这一台密码机是少的，咒术也是帮忙直接替吃掉。也是。不过小天的话，他一会儿过来救援之后还可以 OB。对。他这下一刀抵打的真对啊！他想要过来先赶一波佣兵，佣兵有呼唤，他是不怕的。但是那边直接无伤救了。是，救下来就可以跟爆了。 我觉得这波角色其实还好，因为他可能本来也不想多打咒术师一刀，给一层喉。但是这边手里人物投影，蓄力刀扛到了2层，再带下去的话，可能一会儿就是3层了，3层你就一定解决不了了。是的，因为你手上是没有底牌啊。现在还有4秒闪现，再打个主球，吸到吸到佣兵了啊！吸到佣兵拿过来，这样的话两边只能杂技在那里修哦。佣兵是故意的。 想过来保是，那佣兵现在可以帮咒术帮忙去扛。哦，这个针对刀打到咒术师了，那有机会保平了。这边人牵起来没有人管，一马地铁直接亮。不过交闪了以后，开门战这些哎倒退了，哇，修到了97.8被倒退了。那另外一侧选择强摸吗？应该不能，还是要救一波。到了脸上，想要再着急拖一下。 但是大家都在起点这边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你佣兵等一下不会有满状态的说法，他一定会出这刀啊。是，他肯定是要出这刀的。这刀就打追佣兵的。啊，没事没事，能起来。也差不太多啊。对，就是救下来这个速度不会让人跑得太远。对对对。 过来管小明，但是没事，小明这边直接是弹呼唤走，是打个主球，然后再追这个佣兵，闭合了一下，但无所谓，反正击球点放出来了，下板正常跟踩，另外一侧主球马上要削了一个蓄力刀，再骗没能骗到，没有骗到，这样的话，佣兵主球消失了，蓄力刀还是带走了，终于打到，但是门已经在贴了，对，挂了，其实起点门就要开了，对对对，挂起点门一定开，而且的话，这一波咒术师还可以有一个大喉，上车，来不及了，这次是真的真来不及。球好像有点手法，主球能抓到，吸到了，杂技员回来了，吸到了杂技。 但是来得及，还是能跟，但是咒术师这边有个4层喉，落地还是没有办法追上啊，可惜了。是的，天哪，差一点又是门口捞人，因为我当时看着这个门刚开，他的主球已经好，因为你现在一旦要拿破仑，就一定是瞄着4抓去的。策略就是对拼杂货商，用这种特别保平能力强的角色去跟你保平，
然后相信自家队伍也能保平，或者说至少走一个，起码也不会输。单飞轮应该是至少的，那手上的这个道具不知道他能不能许愿成功了。如果说手上能摸半个球其实他就可以直接去找空军帮忙交把枪。好，直接往皮皮虾的方向走了，不想去追这个幸运儿，想去废掉一个化险为夷。皮皮虾这边带的是个双弹的，是，他是带一个纯双弹，想必也是料到了这一点啊。啊，直接进行牵制，哎，直接挡住米耶鲁，挡得很及时。桃子大师这个点还是挺克制到杂货商的。是，拉点到墓地。前面翻窗加速，然后宠爱看见呀有弹射，对，那难道是弹射化险为夷，对吧？结果发现是纯弹射。别说这样的一个诱惑下，他更想追了。是的，再加米耶，想再炸一下，炸到了，然后平 A， 但平 A 暂时拿不到这一刀啊，是，把被动打掉，保一下命吧。现在就是一个白板，现在可能需要一个藤蔓一炸一刀啊，先有一个碎石，碎石的话，现在平地能不能中？这碎石要是能躲哦，都干脆不出碎石了。对，然后现在直接异形跟上，但是直接碎石，哇，对，因为架到了唯一的交互点。啊，宠爱这边还是求稳。刚刚如果说是你直接交着碎石再去拿这一刀的话，万一碎石没炸中，密码现在这就3台了。是的，碎石没炸到的话就很伤了。是，而且现在的话呢，稳就位其实是坐在椅子上的，虽然他本来没有在化险为夷啊，不过外围的话，如果让18来救的话，就会有风险，不管是哪一波，可以，所以看后边会不会幸运儿有一把枪再来救，等空军救完一波之后。要不然说桃豆大师这个角色有意思呢，自己带着自己的椅子跑。18这波博弈啊，非常的关键。哎，没事，没事。这波18是想来一个大喷偷袭救，对，他想无伤，但宠爱直接出刀了。这波博弈也是你来我往啊，非常有意思。那墓地密码机飞行家可以直接去修。是的。倒在一个里克车甲门位置比较近吧，到时候让空军再过来补救，枪也可以其实用在这个地方。幸运儿的话呢，也是摸了一个娃娃在修。是。哇，幸运儿有娃娃到时候放出来，要不要过来一起跟着保呢？这个距离有点太远了吧？有点远，除非来一个双向奔赴，对吧？这波应该是想让枯草救下来，然后再看看要不要交枪。其实他可以过来一起帮忙扛刀。因为现在的话在忙着修，没有想法，一直在破译。哎，躲掉这个碎石，手里装备比较齐全，反着切盖。这样的话，枪交了就可以让自己的队友下来，直接去蹭板弹。但是也得赶紧交枪了，交枪救下来。但是有重金托啊，不怎么晕。有板区在隔着，给到一刀，然后选择往2楼方向走，两台密码机都在修了。娃娃也放出来了。娃娃放出来，然后幸运儿应该是直接去贴门了，因为现在密码机已经差不多快够了。没有挡住。哦，想帮忙扛刀。皮皮章视野被骗了，两个人一起帮忙扛这个位置，一人堵路口，一人堵这边刚刚吸了能量的区域。再一个碎石，虽然炸到，但是有回光返照，给到打了个空军。另外一侧娃娃在修自己幸运儿的遗产。哦，这个藤蔓要躲，难道说躲开了？那选择密码机直接点亮，藤蔓在 CD， 板台在4人开门战。大直接拉开了，是的，现在也贴上，再来一个藤蔓，哎，这个藤蔓没有选择绕过去，是，因为他感觉来不及，如果藤蔓缠过去的话，可能这个求生者刚好能翻板回去啊。看这个移形过去封一下门吗？现在还有10秒，体能有 CD， 9秒，6秒，有 CD 啊，这门即将要开，我怎么感觉挂上之后就来不及了呢？挂上要开了，门开了。那这样求生者就能直接完成个3跑，直接传送过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是的，很多机器完成了一个3跑，那也就是会不太给任何的机会。对，但是你牵制上其实还是那样啊，对吧？压力还是在的，毕竟现在压力还是在的。现在邦邦都是带什么移形、加长狂，对吧？对，我只要拿你一刀，那你后期你只要进了板，我都是能直接给你架住，拉不开。对的，旁边的话就是空军，前方的话就是幸运儿。幸运儿就直接进墓地，墓地给你绕个2圈，万一道具还是个球，这邦邦只能用移形来追了。我觉得空军和幸运儿其实追谁都行。幸运儿的话有火在上面帮，但是前期让他帮的话也不是什么坏事，只要别修机就行。对，帮怕修机速度。
直接去找大柠檬的空军吗？还是往中场看看小明的位置？他好像也在看中场这边的点位啊。主要小明不好追吧？我觉得小明的话，他那个迷烟炉扔出去，雷也是扔不进去的。那好像针对的好多大还是找小明吗？这边成雷想放吗？走位硬躲。哦，没有，还是放，还是放。看出来是个3秒雷了吗？靶子没开。5秒雷想炸，但是这个雷有点短啊，而且小明他贴边走的。点位还是有点架住啊。双方监管者都选择上来先追逃脱大师。对。啊，这里后期有一个伏笔。有机会吃雷啊！那小明是一个纯化险为夷啊，他不好溜。 3颗雷，不过这一刀确实免疫了啊。哎，迷烟炉还得再放，要不然的话这雷再一架住，其实在这个板区就要倒地了。是的，5秒雷，这压迫掉。仙雾梦是非常擅长使用5秒雷的，这压迫给的太足了，接着气囊。帮忙，但是前面的话还是不好溜啊。远程这个雷要躲掉，要不然移形可能要收。捂住了，没躲掉，板区硬架，移形过来。板区。 这个点能翻吗？倒了，拿到1刀。这个节奏吧，你说有争胜的面吗？感觉求生者这边很难去争胜啊。他把逃脱大师这边去击倒了，我觉得监管者反而有点争胜的面了。因为你现在救人环节他是少了一层了。对。感觉仙雾梦这个帮帮有段时间没见，但是宝刀未老啊。来空军来救，新源这边是在摸道具，直接预判吗？ 这是多少个人来呀？这是全来了，全来了。密码机呢？这是想要直接救火吗？气囊先给放了，你如果打了气囊的话，人就直接救，先交枪，等这边雷弹完之后，直接再接住气囊，让他跟新源这边打个联动。新源这边有手电筒来了，再交一枪，再招约，但是这个单雷中了，单雷了呀，小明啊，这个亏了呀，这不太对劲吧？这。 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吃这个单雷的。对呀，这个单雷一吃，导致你现在这牵制压力就太大了。终于炸倒，还能再开一刀？不是吧？这一波仙雾梦就手握着一个多抓的能力了。感觉这一波救援加这一波保人加这一波小明的牵制合一块儿，要挂加时吗？我觉得可以挂外边的，挂外面，然后让你们来救。这里挂地下室不想让他们再救援了，然后借助自己移形再出去找节奏，也行吧。如果说是你挂外边的话，我觉得他们求生者现在压力有点大，也不是很敢救。现在就是一个上线保平和下线保平的区别了。是，直接压出来了。另外2台密码在修，果冻这边压力很大，密码机还在修，根本没有人帮果冻分压。 那你外边密码机都在晃动的话，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出来追了呀！直接过来找果冻，远程遥控，风雷、风区一炸，大空，但没关系，这个区域还是锁死的。盖板的话就要倒地，补盖也要倒了啊！密码机外边现在全都是大一铲，你现在怎么办？没有人现在能来得及去补，你现在火灾还要过来顶着压力过来进行救援，这局感觉。 费劲了吧？求生者现在可能要奔一个3抓。这个确实是，时长，把这个绝望他要做的更绝一点。是，小天这波救援压力也有啊，手里雷好多。小天这波博弈，而且这波套化险为夷，我觉得还能喘口气。这个区域有点窄喽。好套吗？遥控雷好走位，小天。 接下来又躲，贴脸了。气囊想把监管者弹开，想抓住这个时机直接救了下来，2个人接着气囊，化险为夷，但是双倒了，是打中了火灾。果冻这边也有点难溜了，看这个手电筒能不能用一下？可以。但你用了，这是个帮帮啊，帮帮我远处一撇雷其实就够了，这样区域一个蓄力刀完成了过击倒。小果冻，就差那台时长的密码机。是，这里独栋倒地。 你红剑和密码机还是能再挂回去。挂回去。密码机修不了啊。确实修不了。这气囊还能顺路解决掉了。火灾现在就变成了白板。是的，刚摸起来2个人的位置都确定，而且这2个人，你要说光凭大柠檬来救的话，好像又不太够这个状态。保不活。3/4，这个遥控雷蒙一下，没有预判到。是。 外围兴起，密码机可不够，大柠檬应该是不救了吧？打2人跑两个，但不救不行啊，他现在只能拼啊，因为你现在不救的话就是2个人啊，这也能救吗？炸到了，
因为他能救下来就是他唯一的一个希望了。哎，给出身份了，但是人飞了。哦，这仙无梦，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是吧？才让的这个身位是。那这样在击倒之后，可以再挂上，再去找最后的火灾。那这一局其实就能打成一波4抓，收走比赛。挂上我直接原地不管了，都赢了。对呀。就是你这个人，你爱救不救嘛？不，但是还是要争一下这个局均得分和这个净胜嘛。是。小天现在在楼上很尴尬，尬住了。没办法，半状态，手上也没有气囊，也没有飞轮。这一波确实可能放邦邦这个决策还是有些问题的。遥控雷，哎，小天一露头躲掉了。当时的一个配合打的实在是有点尴尬，因为你这边的幸运儿过来交枪，那个单雷吃的实在太亏。你想想，那个单雷要是没吃，这波成都狼队的救援配合，包括最后的陪跑配合，就是花了巨大的代价。是的，换来了巨大的代价。对，对吧？全亏啊！那这样就看看最后有没有一个走地窖的悬念了啊！地窖是在哪里呢？地窖是在中场。好，下来，但是3连躲开，遥控没躲开。这跳下来，其实他就是面临的全是红毯。哇，好走位，还在秀，但这个地方没办法了，没办法，死路了。这样完成一个4抓也是恭喜成都GG。这是从悬崖边上回来了，对，往前走了一步，至少是往前走了一步，因为后边的比赛他还是需要获胜的。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A 组这边的话 ，WBG、RCT、AR、DFM；B 组的话 ，Axies、GR、X Team、成都GG、成都狼队；C 组 Final、朱雀、Omni、ACT、PR， 以及 D 组的话 ，MRC、Zeta、B4U、LX 以及 RT。是的，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尾声了嘛，快，所以说每一个战队你现在能不能晋级，其实就看这个积分最后的这是大胜场了。